Hello，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要一起来看一下，下半年开始呢，你们会有什么样子的好消息陆续降临到你们的生命中呢？首先呢，我们来帮第一组的朋友来抽一下你们的这个对应的能量哦。掉出了2张牌，看一下，这个是命运女神，有了一个，好，这个贵人哦。来看一下 ，To be fair， 好，来看一下这3张牌哦。首先呢，你们抽到的这个第一张牌啊，是命运女神。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命运女神呢，它是有这个非常轻盈的翅膀，那旁边有闪亮的星星作为点缀，有一串的星星哦。那这边呢，出现了命运女神这一张牌。我会觉得，很多朋友啊，你们现在会处于就是这样子的生活环境，做这样子的工作，跟身边这些人来往，是由于你们过去的一连串的选择、一连串的决定所造成的。很多的因缘际会，很多的巧合来造就了现在的你。这也就像是很多的星星一样，我觉得其实。第一组的你们啊，你们的生命中不乏机会。我觉得其实宇宙是有给你们很多机会的，不过我不知道你们过去有没有张开眼睛去看见你们生活中的这些绿色的点点，看见你们生活中的这些机会呢？而且我觉得这一张牌啊，有些朋友你们过去可能遇到了某一个人的时候，你当时还不了解这个人会即将对你的生命中造成很重要的一个影响。你当初可能他只以为他只是一个你萍水相逢的人，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对你生命中造成一个很重大的影响，甚至改变。那有些事情也是你当初去做的时候只是无心插柳，没有想到后来呢，这个无心插柳，柳成荫，变成一个非常好的结果。然后另外啊，这张牌，这个命运女神的脸是微笑的，所以这张牌其实也提醒大家说，如果你们过去啊，曾经因为什么事情就是觉得自己选择错了，或是因为什么事情觉得有后悔，其实这张牌有提醒大家，你们要从那个自责中去走出来。你们去走出来，一定可以去找到那个转弯的地方哦。你要先对自己微笑，世界才会对你微笑。因为有些朋友啊，你们可能一直心里有一个比较懊悔的情绪，比如说我过去曾经犯了某一个错误，我选择跟错误的人在一起，至于我现在在处于一个比较不开心的感情状况，或者是说我当初听从了谁的建议，或者是说我因为什么样子的因素去做了一个投资，或者是说从事一个行业，那你现在有一种进退不得的这种情境哦。其实这张牌想要告诉我们说，你们不用去陷入一个自责的回圈。那如果过去啊，你曾经犯的一些错误，你心中有愧，它是没有办法弥补的。你可以将这个情绪释放出去，或者是说转为对其他人的一个帮助哦。那如果你之前曾经因为选择错误，对于自己的这个行为就是有一点后悔，你本来可以过上更理想的生活，可是因为在某一个节点你选择另外一条路的话，你没有办法很快速，或者说你现在没有办法去到达那个理想的状态，是因为过去在某一个节点选择错误的话，其实宇宙想要告诉你说，其实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子，没有办法你去先看解答，然后再去做选择，因为每一个岔路都是选择，没有人可以在每一个关卡上都100%的去过关，所以每一次的选择都是你在累积智慧的一个过程哦。所以你要把内心对自己的自责、这些愧疚感慢慢的放下，慢慢的放过自己。好，这是第一张牌。
那第二张牌啊，就是它是一个小的北极熊，然后它爬在一个大的北极熊身上。这张牌呢，它在讲的是一个像是千里马遇到伯乐，或者是说贵人的一个状态哦。我觉得很多时候，第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其实是蛮有能力的一群人，然后也是就是你们是有实力的，也是有工作能力的一群人，而且你们学习能力应该也蛮强的哦。那很多时候你们就是缺乏临门一脚，缺乏某一个机会。有一些朋友，你们在职场中可能会觉得说，好像被卡住了。这个卡住看起来并不是因为你的能力出了什么问题，也有可能你待的那个地方，它本来往上升的机会就比较少，或者是说呢，有这个缺，但是已经就是有一些内部的人事安排，像是内定等等的，这个并不是因为你们的实力不足，或者是说因为你们的能力不够。那我看见的是这张牌的朋友，你们很多人其实在等待一个伯乐，在等待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你们其实在等待宇宙去发掘你，然后你们可以到达一个与现在能力所匹配的一个高度。你们的能力其实有的，然后好像缺乏了一点点的机会。那现在这只小的北极熊可以爬到这个大的北极熊身上，有点像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看世界。我觉得这个机会很快就要降临，很快就要来临到你们的身上哦。好，第三张牌呢，它是一个天平哦，它的这张图的原型是古埃及的正义女神，然后原本那个秤子啊，一边放的是亡灵的心，就是死去的灵魂的那个心，那另外一边则是正义女神的羽毛，来称看这个人呢，他是有没有犯罪的。好，那这边呢，我看到的是这一组的朋友啊，其实你们过去你们的灵魂怎么说呢？我觉得你们的灵魂有在追求一件事情，就是你们会希望把很多事情都想得很仔细跟很透彻。也就是说，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你们本身算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哦，在工作当中也是，如果有些人去跟你们说了什么话，你会自己反思，会去思考说，这个话是可不可行的，或者是说呢，上司交办一个工作，你们并不会是埋头苦恼的，就是埋头苦干去做，你们做的同时也会去思考说，这样做是不是只是这种因循旧规，它是不是有地方需要被调整呢？我觉得你们内心其实蛮清楚，至少我觉得在生活很多层面，你们都是偏理性的。而且我觉得你们在是人生这个方方面面的衡量啊，都不会想要让自己的生活去失去平衡。有点像是假设今天呢，有一段令你觉得非常心动的感情降临到你的生命中，可是你跟这个人还没有很熟悉，只是网恋而已。那对方希望呢，就是你到他的国家去跟他一起生活。我觉得这个时候啊，你们并不会因为感情而去放弃你现在所积累的这些人生的这些财富，或者是说人生的事业，或者说你的一个学业你们不但会因为感情上的一头热去让自己陷入到一个比较失控的状态。事实上，我觉得你们一直都有一个核心目标，你们一直都有一个中心思想你们一直都让自己保持在一个头脑很清楚的一个状况你们常常在事业跟爱情中去做一个衡量，做一个平衡，或者是说在生活，就是在这种外在的大众跟这种公领域跟这种私领域，你当中会想要求得一个调整，想要求得一个平衡，你尽量不会让自己被迫的去选择，就是说
一定要去选择事业，然后就完完全全的放弃爱情，或者是说我就是只要爱情，完完全全的就不要事业。我觉得你们很希望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可以平衡的。就是如果你们还是学生的话，我觉得你们会兼顾你们的课业以及生活的其他的方面。我觉得你们是希望可以把事情尽量做到面面俱到的感觉。好，那这一组的牌啊，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好像还蛮聪明，就是看事情蛮通透的。那可能你们早先真的就像这个命运女神一样，她给你们安排了很多的课题，很多的功课，就是说你们在成长的时候有出现过一些的变动，也有可能是有一些的机会来临。那如果有些朋友你们很早先抓住了那个机会，我觉得你们现在应该已经发展的不错。那有的朋友你们的这种家庭的状况有可能是一开始还不错，但是后来有加到中落的这个情况，或者是说你们家一开始是比较平凡的，后来呢有这种飞黄腾达的倾向。就是我觉得你们早先的生活可能会有一些落差感，或者是说家庭上有一些变动，因此你们就是有这种好像看尽人情冷暖的感觉哦。所以你们本身算是比较早熟的，比较懂事的。命运给你们的课题，你们其实有慢慢的去修，而且是修的还不错。当你去通过命运给你的课题的时候，其实你们也在调整自己的心性，跟调整自己应对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给我的感觉就是能够去对于自己的目标，对于自己的未来是想的比较清晰的，或者是说对于人生事业感情那些比重的排序，你心中是自己有所衡量的。那你们一直都想要让自己维持在人生一个比较往前走的一个状态，虽然曾经遭受过打击，曾经在某一个地方停留了，可是我看见你们的脚步还是在向前走的。我觉得你们还是在寻求机会的，不管是在事业中的机会，或者是说在感情当中的机会哦。那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很希望在生活或者说事业跟爱情中寻求一个平衡。过去也曾经，我觉得应该曾经有人令你们心动，就是他让你们的心好像滋润了起来，让你可以感受到这种浓情蜜意，或者是说心灵的交流的温暖。但是呢，放在天平衡量的时候，你又会发现好像理性上你是没有办法跟对方走得长远的。有可能你跟他已经进入到一段关系之后，渐渐的发现两个人个性上的差异，并不是说有爱就能够包容，或者是说你跟他还没有进入到一段感情之前，你就发现双方可能有一些这种文化背景的差别，或者是说思想观念的差别，或者是说遥远的距离，这些现实的一个阻隔。所以你心里会有一种既想要追求，但又看见一些理性的这种现实的阻碍，你其实会去衡量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得我放弃这么多去追寻这一段感情呢？而且很多时候我觉得你们还是把自己保持在一个比较理智的一个状态那虽然这个爱情曾经可能令你动心，但是当它逝去了之后，你们也有让自己好好调试的那种感情的能量。就是你会让自己的生活不会因为小事而波动，也不是说小事，就是尽量不要因为什么样子的人来影响你。我觉得你们在把自己的根基好像建得扎得很稳哦。我觉得你们已经做好了一个准备，你可以去应对生活中、生命中的各种波浪。好，以上是我们第一组朋友的验证牌，然后接下来帮大家抽出好消息的一个部分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先帮大家抽出神谕卡。好，我们第一张牌是蜂鸟。第二张牌是 Wizard of the Woods， 这个木头的
巫师。那我们第一张牌是这个蜂鸟的灵魂，它代表的是喜悦。这张牌大家应该看到就觉得，是有好消息要来临了。那我觉得啊，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其实我觉得你们的这个能量状态、灵魂状态就很像是蜂鸟的这个羽毛一样，正在翩翩起舞，而且它是一个有力量，把自己推到天空中很高的一个地方。还有这只蜂鸟啊，它正在吸取应该是花蜜，所以你看这边有闪亮的这个光点，其实。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不仅你们的灵魂内在是有力量的，是有一个很强大、很高昂的精神，可以把自己推升到在人生中想要的一个高度。另外，我还觉得你们的灵魂啊，你们的生命就好像那种非常的容光焕发，非常的觉醒，你们非常清楚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而且我觉得你们在下半年有一种对生命的很多事物都非常的感兴趣，都非常的有热忱，然后又能够非常正向的看待你自己以及外在所处的环境。这只蜂鸟它是有目标的，它知道要去哪里找到真正适合它，然后可以去滋养它的一个力量所以我看见你们的能量是非常好的，你们会有对于自己自我认知，我觉得你们会有非常清晰的一个想法，然后你也会去找寻那个真正适合你、真正属于你的一个位置跟地方有点像是不管外在有什么样子的杂音，有什么样子的纷扰，或者是说有人给你什么样子的建议，你们都不会去听，而是专心的往你内心的那个锁定的目标去前进。你们不会轻易的被别人影响，而是凡事都能够经过自己的判断再下决定。那因为我觉得你们的头脑是很清楚的，然后内心的力量是很强大的，你们不但会受到生活或是工作或是学业或者是感情上的一些小状况去真的让你的心情大起大落，我看到是没有的。整体来讲，我觉得你们的心情是愉悦的、轻松的、自在的，因为你还蛮相信你自己所做的选择，你会为自己所做的选择负责，你也明白你今天这个选择可能会造成某一些后果。那如果就算今天不小心选择错了，或者是说选择不是你要的那一个，就是你的选择没有办法通往你想要的地方，其实你们也是可以再退回来做修正的。就是应该说没有一条路是完全走错的路，任何路你们都有办法去把它走到最后真正想要去的那个地方。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你们是一边摸索着前进，一边去好像找寻最后那个真正想去的地方不管是工作也好，不管是爱情也好，我看见你们都是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的。我觉得你们对于生活在下半年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自主权。那有一些朋友我看见，因为你们的能量就像这个蜂鸟的精灵这种灵魂一样，是非常的喜悦，非常的轻盈，这种顺流的状态，好像做什么事情都很容易到达成功。所以其实蜂鸟是这种带来幸福的鸟，可是在怎么说呢？一些处在不幸状况的人，他可能会觉得很生气。为什么你们这么幸福？为什么你看起来做事这么不费力，这么轻松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呢？我觉得，你们一方面会成为别人关注的焦点，另外一方面我其实也会有一些人来，有点像是嫉妒你，或者是说羡慕你也好因为你们展现出来的那个能量其实是让人家羡慕的。但是如果遇到一些就是见不得你好的人，我觉得会产生一些嫉妒的能量。可是这个嫉妒的能量，我觉得对你们来说，它并不是完全是一件坏事，因为
代表说你们今天真的是非常的优秀，能力非常的好，他们才会去嫉妒你。如果你今天是平平凡凡的，或是说比他们差或跟他们差不多的，我觉得他们是没有时间去关注你的。他一方面就是又想要去嫉妒你，又想要去关注你，所以这种能量，我觉得对于那些人，就是说那些对你这种又爱又恨的人，其实他的心情也是很矛盾的。他一方面想要像你一样，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做不到，所以有的时候这一组朋友，你们也有可能因为太过闪耀，所以有一些人其实是背后是有一点就是觉得你们怎么可以过得这么好的感觉。然后你偶尔可能也会收到一些别人的就是在后面去评论你，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你来说并不是坏事哦，特别是对于这一组朋友的能量，因为我觉得你们本身不大会去在意那些负评哦。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让你去分清楚谁是谁是伪君子，或者说谁是真小人，或者说谁是真正的朋友。可能在你们还没有飞到这样子的高度的时候，大家身边都是一团和乐，都是好像可以一起聊天，或者说一起在社群媒体回文等等。可是当你今天到达了某一个高度，你明确找到你的目标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发现身边哪一些人是你的敌人，身边哪一些人是你的好队友，或者说身边哪一些人是假闺蜜，哪一些人是真朋友等等的。我觉得你们其实是可以利用这样子的情况去做一个筛选，去做一个分别，然后把真正是对的人，真正支持你的那种能量留下来。有一些朋友看到，其实你们会有一群有点像是你的粉丝吧，就是会想要去追随你，会想要去看见你的美丽，会想要去拥护你、拥戴你的感觉，觉得你们实在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精致，然后又能够怎么说呢？又能够翩然起舞的这个能量哦。那我觉得你们好像有一种被很多人关注、被很多人看到的感觉。如果这一组的牌你们是有在做一些自媒体，或者说你在创业的话，我觉得你们的作品或者说你们的服务会被很多客人看到，会被很多人喜欢，会被很多人追踪。特别是我觉得关于艺术关于爱跟美的这种能量，它是非常非常的强烈的。好，那我们第二张牌看到的是这个木头的巫师哦，他是一个智慧老人，然后手中有这种一团光芒，他好像在把他手中的这个智慧之光倾注到你的身上。那其实这一张牌我看见的是你们背后有很多的力量在帮助你，包含你的高我，他正在给你很多很多的力量，在背后默默的去支持你。而且我看到的是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的指导灵，或者是说如果你们有信仰的话，我觉得你信仰的那个神明那个能量它其实一直在你身边，一直在守护着你的成长。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是被保佑的。我觉得你们在往自己人生的路途中前进的时候，很多时候你的高我、你的指导灵，他希望你专心，不管是你在追求爱情也好，追求事业也好，或者是说追求学业也好，或者是说你在享受某一种人生状态的时候，他其实不大希望你去受到其他的能量干扰，他希望你可以专注在你目前想要做的事情上。而且我觉得你们人生中会有很多很美好的时间，然后你可以去遇见一些重要的人，然后你可以跟他们一起去建立，比如说好的事业团队，或者是说好的家庭，你可以找到一个好队友跟你一起走下去。那我觉得其实你的祖先、你的祖灵、你的高我是想要去告诉你，在未来的这个阶段，希望你把你的心情稳定下来，让你的心情保持在一个比较安稳跟比较平和的一个状态。你们本身是受到高我，你们是受到祖灵保护支持的。而且我觉得他本身其实
给你们一个很大的疗愈的能量哦。过去如果你们内心中有一些伤口没有办法复原的话，其实你的高我很希望你可以去疗愈你自己，因为接下来的能量它是一个转换比较快速的。那如果过去的伤口还没有愈合的话呢，有可能你们会错失了一些好的机会，就是机会降临到你面前，你们却因为还在某一个比较低沉的状态中，没有办法去伸出手来把它接住。那这张牌其实想要告诉你，我觉得已经有人在门口去迎接你，然后想要把你迎到一条康庄大道上，但是你们要从门后打开这个门走出来，真的你们要走出来。你的指导灵，你的高我，它其实是可以去帮助你、保护你，让你可以心想事成，达成你的一个愿望的。但是你也要相信自己，你也要专心在你现在的生活上，以及你现在应该做的事情上。那我觉得你们不仅生活会变得越来越稳定，随着你专注在你的生活上，我觉得在这里的能量就是你专注在你现在所做的事情，不管你投入的焦点是什么，其实你们都会获得很好的一个回报。而且当你的心越专注越沉静的时候，外在的那些纷扰你反而越来越听不见，而且你会发现你的心是一个顺流的状态，你会将你的能力，或者说你会将你的感情不断的去加深，不断的去打地基，然后你在现在这个基础上是可以去缓步前进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帮大家抽出塔罗牌的部分，一起来看一下下半年什么样子的好消息要来临咯。好，一起期待我们第一组的好消息。第一张牌是宝剑2，划出来了冲太快的牌，太阳牌。好，接下来呢，金币5，然后是我们的权杖2。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张牌哦。首先呢，我觉得这边呢有一个选择的能量，而且这个选择包含了你现在做的关键的选择，或者是说呢重新做选择。这一组的朋友，如果你们过去在选择行业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满腔热血投入到某一个行业，但是最后呢却发现跟你想的不一样，或者是说当初你是听就是周围人的意见，就是学长学姐或者是父母你选择了一个好像大家都在这么做的行业，然后进去了之后，你才发现其实你在这方面不是很擅长，好像不是很适合你，或者是说呢，你在感情上，你当初呢觉得这样子的人应该适合我，或者是说他的很多条件还不错，那我跟他进入到一个长期的关系，或者是说我开始对他跟他进行一些交流，可是后来呢，你才发现这样子的感情其实有一点让你觉得很心累，或者是说让你觉得有一点在拖累你的人生哦。那我看到的是说，你们具体会在某一个项目上，或者说在某一个领域，或者说在生活中的某一个方面，你们会有所改变。这个改变可能是重新做选择，就是呢，如果过去选择到了一个不适合你的地方，我觉得你们可能会想尽办法去离开那个地方，或者是说你们可能会在现有的工作之外再去经营你的一个副业。那也有可能如果是在感情上的话，我觉得你们会想办法去转化某一个
内心中觉得比较不舒服、不顺畅的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呢，可能不是立即的切断这个感情的连接，因为有的朋友你们是进入到一段婚姻中，它并不是这么容易说断就断的，而是我觉得你们会找到另外一个可以让自己舒服的方式，跟对方和平相处。那另外我看到的选择是，你们会在内心中以一个更积极正面的状态来面对接下来的后半年的一个生活。我觉得你们的内心会自己去选择一个稳定，去选择一个平衡。那也因为你的稳定平衡，以及我前面看到的这张专注，其实后面是有力量在推动你的。我看到你们的事业，它其实会真正的开花结果。在事业上，这个能量是我觉得你们会主动的去争取一些机会哦。这些机会呢，可能是你会想要去面试一些更好的这种工作职位，薪水更多的，或是说在同一个体制内，你会去参加一些升职的考试啊，或者是去争取更好的一个职缺。有可能如果也有这种自己自营的朋友，你们可能会去想办法把你们的小店小铺去宣传出去，然后去建立你们的一个口碑。我看到你们的这种事业，它是有稳定跟上升的能量在。那这个源于你们前面所做的这个选择。很多时候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会选择持续的往心中的那个目标去走。你们可能会换一个方式走，但是你们还是会想要去达到你们所想要达到的目标。我觉得你们是能够在你们所想要的那条路上去坚持下来，而且你的高我、你的祖先，他其实会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去让你知道你是受到保护的，你是被爱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当下有一些想要摆脱的一些状态，你其实可以去做选择。你们是有选择的，你们是有机会的。那只要这个选择是正向的选择，是对你们有帮助的，我觉得你们都可以专注，你们都可以去坚持下去，你们可以去继续的往前走。我觉得到最后，它都会取得一个不错的成果。特别是我觉得这里是不管你最后是选择什么样子的领域，或者是选择什么样子的工作，或者是说你去做什么样子的行业其实你们都可以做得还不错。你们都可以去达到心中的某一个心想事成的一个状态。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是金币五。金币五，大家看到这边的这只野狼它其实离上面的好多的金币圈已经很近了，就差这么一点点路，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你们离你们的那个财运大爆发的那个时期非常的近行百里者半90，所以说最后一里路你们可能会同时感到非常多的助力跟阻力存在。那这也是你们转捩点的一个时期我觉得大家你们可以觉得很累的话，稍微停下来休息一下，可是还是要继续的往前走。你们能够走到这里，已经是一个某一种程度的成功了，因为其实你们已经目标终点离你们不远了，你们想要的这个金币真的就是很近了。你们只要随着你心中的渴望，随着你心中的能量，一步一步的爬上这个山往前走，其实你们就可以去碰到这边有好多的金币。而且我觉得这些金币会为你而闪耀，会为你而掉落，会来到你的身上。我觉得这是一个你在对的时间就可以找到的，就可以去看到这么多漂亮的一个金币。如果今天呢是这种下大雨或者是说阴霾的话，可能整片山都是起雾的。就算你们到达了这个地方其实你们也是不知道方向，也是会迷失的。所以呢，今天呢，宇宙已经给你们一个很好的条件，为你们指路了，你们所要的金币其实就在前方，已经在不远的地方了。所以宇宙会在一个对的时间内给你一个很好的安排。而且我觉得当你真正的碰到，真正的走到这个金币这个目标所在的位置的时候，我觉得你生活上会有一个这种质量的一个提升过去一些比较
就是比较低频的人，不管是合作的伙伴，或是你生活圈出现的一些朋友也好等等的，我觉得他们会慢慢的远离你，因为你发现你跟他们已经不在同一个沟通层次上了，有时候说的话是没有办法互相理解跟互相对接的，那他也会对于你的这种高能量感到不舒服，所以慢慢的你们就会比较少去接触了。那我觉得你们到达了这个金币的这个顶峰山峰之后，你们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有的朋友我看到的是，其实上面会有不一样的人，他会在这边迎接你，就是不只有钱的能量，我觉得有可能单身的朋友他是有一个人的，那这个人为什么他会安排在这个时间点跟他相遇呢？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各方面条件都还不错的人，可能他的物质条件还不错，外表什么也都还不错，重点是他的这个脾气还不错，我觉得是一个各方面都会去令人欣赏的人。可是过去啊，如果你们还在比较好像山脚下的位置，或者是说如果你们没有努力的想要往上爬的话，你是看不见山顶的这个风景的。而且我觉得有些朋友啊，当你们快要到的时候，刚刚说过有助力也有阻力，可是当你越往前走，那些阻力的那些东西，那些低频的人已经没有办法去拉住你，已经没有办法去牵绊你了。相反的，我觉得越往上爬，我看到的是你们的助力会越来越大。特别是有些朋友，其实是有人在上面等着你的，他很像是你的一个贵人，也有可能是你人生中的一个伴侣，或者是说一个这种灵魂家族的好伙伴，他很可能会对你们伸出援手，或者是说提供一些人脉或是资源给你们，帮助你去达到跟他一样的一个高度。我觉得你们身边是有人可以去指引你跟指点你的，他并不是说好像飞到天边很远的一个不可企及的对象，我觉得他就是比你们前进一点，比你们稍微厉害一点的人。比如说，如果你们现在有10万，然后你想要去存到100万，而他可能就是刚好是10倍，他很可能呢就是，教你就是怎么样子把钱可以滚到100万。那如果你们今天有100万，那你们的目标是1000万的话，我觉得你身边也会刚刚好出现这样子的人。他并不是一个就是像巴菲特一样超级远，那个是你没有办法在日常生活中触及的人。那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会出现在你生命中，而且可以去帮助你达到你想要的目标的贵人哦。刚刚说过，他有可能成为你的这种伴侣，他有可能是一个你的这个怎么说呢？同学，或者是说在某一个领域有合作过的人，我觉得他在这个金钱的知识上，或者说专业的知识上，他是能力是高过于你的，而且也是愿意去帮助你的。所以如果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还在一个就是比较低谷或是比较黑暗的时期的话，宇宙有提醒你们要重新的振作，并且让自己再次出发。如果你过去没有在一个对的时间去把握住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生活上的机会的话，其实生命中还是会出现其他的人，或者是说其他的机会，你可以去修补，或者是说你可以有新的机会。你们只要再相信自己，真的再往前走几步路，一切就会不一样，一切就会柳暗花明，你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会完全不同。宇宙其实有提供给你们一个新的机会，它是可以去转换，是可以去转变，你是可以去开启一段新的一个旅程哦。而你们的未来啊，真的就像这个升华，像向日葵一样，它是非常的光明的。不管是在情感层面哦，或者是说在事业上，我觉得你们并不是孤单的一个人的。这个太阳的能量，它是普照大地的，它是可以让很多人受到滋养的。所以我觉得，你们可能现在还是觉得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是你一个人在孤军奋战，或者说在一个团体中，你想要往前冲，可是其他人好像没有要跟你往同样的地方走。我觉得这样子的能量啊，会慢慢的散去，因为最后啊，
宇宙会把你曾经错失的那些机会、那些礼物都还给你。那之前遇到的一些问题哦，你前一段时间遇到一些悬而未解的问题哦，我觉得你们会去得到一个答案，而且这个答案是不知不觉你就去明白，不知不觉你就去领悟了，因为你们整个人的能量、整个人的层级是不断的在升级，不断的在上升哦。我觉得你们会有智慧去解决过去一些比较沉重的，可能在于事业上、在于金钱上，或者说在于关系上的问题。我觉得你们是会把它处理掉。接下来呢，你会去决定要往哪里走，要怎么选择。你的智慧之剑会帮助你做选择，而且做完选择之后，我看到你们就是一路往前走，一路往那个方向走，你们不需要再回头，不需要再留恋，而且后面是有祖先，是有高我的这个力量在保护的你。等到你们到达山顶之后，看见的就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一个旅程，不一样的一个视野。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丰收以及非常令人惊艳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看到权杖2，一黑一白的权杖相互站立的，中间产生了一些火花。然后这边的这个也是光明跟黑暗的一个对照。我觉得大家真的是走出自己的路，也找到自己内在的一个平衡了。权杖呢，它是一张动起来的牌，行动力很强的牌。然后它也有一个，你们已经充满自信的到达了目标，而且你确实了掌握了这个事物的诀窍跟方法。很多朋友，你们如果是在学习的话，你可能过去就是怎么念书都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好成绩，但是在这边呢，我看见你们掌握了怎么样去达成那个结果的一个诀窍吧。然后如果是在事业上，如果是你们自己在经营自媒体，或者是说呢你是在自己经营客户的话，我觉得你们已经掌握了一些要领，让你的顾客会不断的回流，不断的给你好评。那如果你是在这种公司上班的话，我也觉得你们找到了一个在这个职场生存下来的一个方法，或者是说过去你是需要花很多时间来完成一件事情，现在呢有这个事半功倍的感觉，可以比较轻松，很快速的就完成了。那我觉得你们是有一些自信的，这张牌的基底就是我们有自信，而且我们有这个自信之后，我们还要朝更上方去迈进。所以权杖就代表说我觉得你们就是会到达这个山顶，它到达之后，你们还想要去看更大更好更漂亮的世界。我觉得你们的行动力是很强的，而且特别是我觉得你们在事业上会有一个很好的突破，你们有一个全心全意都把这种心力放在工作中的能量，然后这个能量它会使你的这种事业有往前冲的感觉。那不管你们过去的那个职场环境怎么样，可能有一些斗争，或者是说有一些小团体，有一些不和谐的那些状态，那我觉得其实你们不大会去卷入这种纷争这边有一个就是中立明哲保身的感觉，我觉得你们不大会去被任一方拉拢，但也不会去被任一方陷害。我觉得你会找到一个适合你的一个立场，或者是说在这种要去争取某一个客户，或者是说两边要进行竞争的话，我觉得你们会找到一个适合的位置去发力跟回击。我觉得你们会很聪明的很巧妙的去取得你想要的那个成就。那这一张牌也让我看到一些动起来的能量，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下半年只要你们想的话，你们其实会有很多的机会来临。然后我觉得你们会透过就是一个一个完成目标或解决问题之后，你们会让自己的内心产生很大的满足感，然后再迎接下一个项目，或者说你再很轻松的把这个项目去处理掉。我觉得在心情上你们是会蛮自信满满的，觉得其实好像
这些事情都是小事，没有什么可以难倒我的。而且你们还有一种就是觉得我自己经手，我自己拦下来，我就可以顺利达到目标的那个自信心。我觉得我看得出来你们是很认同自己的一个能力，特别是因为前一张牌这个金币五，你们已经有点像是独身一人来到了这个让你们可以去转捩点的最后的那个时刻，你们到达了这个山顶上的金币，然后接下来你们会因为这一次的成功有了很大的自信心，好像昂首阔步抬头挺胸的往前走，去追寻更高的一个目标哦。我觉得你们的这个实战成绩啊，是确实受到别人好的评价。有的朋友你会去组织自己的团队，你可能会被晋升成这种小主管等等的，而且你们还有一种挑战自己极限的感觉。你可能觉得，我到了这个好像事业上的一个一个限制了，一个天花板了，我想要再往下去看看，再往前去看看哦。你觉得现况有一些限制住你了，你可能会想要去朝下一个目标，或者说更宽广的环境让你去发挥。然后你们脑中啊，我觉得也在构思好多的事情哦。而且我觉得你们的这个节奏、速度、行动力很快哦。你可能让自己很快的完成一件事情之后，再进入到一件新的事情。而且我也觉得你们好像会很去学习一些这种各种课程，或者说各种技能，让自己累积更多的经验。我看到的就是你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让你们的生活不断的在动起来，不断的在吸收新知，或者是说跟别人互动、建立人脉等等。这真的是一个你们成长非常快速的时期，然后也是一个稍微忙碌的一个时期哦。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忙得很快乐的。那同时啊，我也看见你们某一方面去担负了比较多的责任，但是担这个责任下来，因为你自己对你自己是有信心的。当你能够去发现，就是当你发现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去掌控很多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过去有一些朋友，你们其实是会比较害怕责任的，或者是说你心中也是想要去升迁，可是你又害怕说，如果能力不好怎么办？会不会被老板骂？或者说会不会压缩到我很多的私人的生活？那我看到的是你们度过了那一段比较忙碌跟比较紧凑的时期之后，其实你就会感到这个事业上带给你的成就感跟幸福感。因为接下来就是到达那个顶峰之后，你们会把很多事情都运营在一个轨道跟运营在一个模式上之后呢，你们就可以比较有余裕的开始去享受到你的生活。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忙碌的时期，接下来呢，你会进入到一个比较和平，就是生活比较平静的一个状态了。那这一组的朋友啊，如果你们有一个非常想要去突破，或是非常想要去争取的机会，我觉得你们真的可以去试试看哦。即使这个目标当下很多人可能都想要去争取同一个位置，你可能觉得这个是很难达到，或者说你的机会不大，胜算不高，我觉得你们还是可以试试看。不管结果如何，我真的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增加你们经验值的机会。就算你们不是在这一次换到一个更好的工作，或是不是在这一次被晋升，你们仍然会有新的一个机会。因为我觉得这边的能量转换的是很快的，你很容易成为一个就像权杖二一样，你很容易被人家看见你身上的光芒，身上的那个火花。就是我觉得你们有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你不知不觉中就已经慢慢的变得很耀眼了。我觉得你们真的是要去做。特别是刚刚说过，宇宙会给你们一个比较紧凑的生活，然后你们的祖先指导灵希望你们专心在你们手边去，就是手边正在进行的这个事业、这个项目身上，或者是说你们在追寻的事物身上，你们去做了，你们让自己忙碌了，你去行动了之后，我看到的是真的，你们会变得越来越耀眼，你们真的会去被看见，你们真的会去被
提拔到某一个你们想要到达的一个高度。那有一些朋友，我知道在听这一组牌的朋友，你们可能是家庭主妇，或者说你们现在没有自己的这个工作，你们是可能在家庭里照顾家人或是照顾小孩等等。那我看到的是，也有可能你们是在这个经营副业上会越来越红红火火，会越来越旺的感觉。那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可以把家庭想象成一个公司，那你们可能就是负责这个管理家庭财务的，或是管理家庭清洁的这个财务部啊、清洁部等等的。其实你们把工作做好，整个家庭的这个绩效、整个家庭的和谐或整个家庭的财富，也都是你们的成绩。你们可以让整个家庭在你们的努力营运下，还有你们的这个紧凑忙碌的这个工作中，其实我看到你可以把你的家庭推升到一个比较幸福美满跟愉悦的一个状态中，这些都是因为你们的努力，因为你们的专心致志，真的不要小看自己的能量。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帮大家抽出这个可爱的猫咪神谕卡，来看一下宇宙还有什么样子的建议要给我们第一组的朋友。好，来看一下你们的能量哦。其实抽到现在，我怎么感觉这一组的朋友好像是事业上的好运比较多诶。哇，太棒了！怎么这么棒？好 freedom 自由。哦，好，这边有一张有关感情的牌了，我们来看一下这3张牌，我超喜欢的。哇，我们第一张牌好漂亮哦，是 abundant 这个丰收丰盛的感觉哦。好，这只猫咪啊，它的翅膀有一点贝壳形状哦，然后它好像在这个苹果树中被这个苹果包围，是不是很轻松就可以享受到这些好垂涎欲滴的苹果呢？那我觉得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其实是可以去享受生活，就是生活不会让你再觉得说我是需要过得很紧张，我是需要就是为钱烦恼的。我觉得下半年是没有这样子的能量，相反我觉得你们身边真的充满了很多的资源哦。可能你们本身在事业上它是会有大幅度的突破，而你们的这个实质的薪资、实质的收入也会有翻倍的成长。那如果有些朋友你们是家庭主妇的话呢，你是没有自己固定的收入的话，我觉得这张牌其实也有告诉我们说，你的这个温饱，或是说你的日常生活中的这些开支啊、用度，你都不用担心，你们是不用特别去费心，不用特别去烦恼的，因为这边这张猫咪它是非常享受的，它又能够很轻松的享受。必然是它肚子要先吃饱，而且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苹果啊，其实苹果它不一定是这种生活的必需品，它是一个水果，它是一个很可口的水果嘛，但是它并没有说，就像是说米饭啊，我们一定要每天都吃，它有点像是当我们基础生活都温饱了之后，我们还有其他的余裕可以去享受生活的感觉，所以这一组的牌，我觉得你们真的有非常丰盛的能量，不过你们要想清楚，你们真的是要想清楚你们想要的是什么，因为你们的能量实在太强了，你们要去跟宇宙对接，去跟他下正确的订单。如果你们的思绪转换得很快速，或者是说没有想清楚的话，宇宙可能会送来错误的礼物，或者说宇宙不知道要先送哪一个礼物给你。比如说有的朋友，你可能刚刚说过嘛，因为你们这种就是早年生命的一些经历，可能使你的想法有些转变。你可能一开始可能比较年轻的时候啊，你跟宇宙下的订单是希望我是要找什么样条件的人，可是经历了一些岁月，或经历了感情经验、婚姻等等，我觉得你们现在的目标啊，或者是说感情对象，或者是说生活的方向已经有所转变了，所以你们必须要重新的去告诉宇宙，你想要去吸引到什么样子的能量，你首先呢也要去明白你自己真心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也要让自己散发出这样子的能量，而且我觉得你们把好的能量去散发出来，其实你会得到翻倍的一个回报。
有点像是说在职场上，你可能分享你的知识，或是说帮助你的后辈，其实在其他的地方哦，你也会收到别人的帮助。这个就是生活不见得是像接力棒一棒一棒的传下去，有点像是点对点发散。你今天在这边做了一件事情，影响到其他人，今天在其他地方就是宇宙会用其他的形式来回馈你，来把你之前付出的这些不管是时间或金钱，用不同的方式回馈到你身上。那我觉得你们最后会收到一个很棒很棒的祝福。如果你们有持续的去关注你们内心真正所想要的目标，并且用你们的能量去帮助这个世界，帮助周遭的人的话，我觉得你们确实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回馈，这种丰盛丰收的感觉。那有一些朋友啊，你们可能就是在一段婚姻关系中，或者说你们有小孩，或者说你们是经营那个事业，你们是有自己的事业伙伴，或者说你们是有带领人的，你们会有一些团队伙伴。我会觉得说，其实你们身上的这些好运的能量哦，是多到可以去分出去的。这只小猫咪它并不是只有一个苹果，它还是有其他的苹果，所以如果你要去分给你的家人、你的小孩，或者是说你的朋友、你的事业伙伴等等，我觉得我看起来是足够的。因为宇宙给你的好运，它并不是说我拔了之后就不会再长出新的苹果了，没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源源不绝的能量，因为你们过去种下了苹果树之后呢，它其实是可以去庇应你很长一段时间，你是可以受到这个能量的保护很长一段时间，你是可以去丰收的。这个苹果树不是只有一次的采收，它是可以去采收非常多次，然后也是真的可以让大家去享受那个丰盛的滋味的。而且啊，这一组的朋友，我看见你们会在你们的事业上去展现，或者是说去发挥你极致的一个能力。这个能力的这种发挥，并不是这种很狰狞的，或者是说很斗争、很攻击力、很灰头土脸。我觉得比较像是用一个优雅、轻松的方式去展现你自己，去发挥你的能力哦。我觉得你们是内在相当坚强的，但是这个行为不一定是要就是很好像去冲锋陷阵，或者是说很去跟人家斗争做一些行为。相反的，我觉得是有你内在的和平稳定的力量，一步一步的去说服或者说影响周遭的人。你们的态度是温和的，但是去是坚定的。我觉得你们给我的能量是充满美跟充满这种优雅的一个姿态的。你们去争取的那个结果是好的，而且我觉得那个过程是舒服的，你不会觉得是要把自己弄得乌烟瘴气跟灰头土脸。我觉得你们是可以用一个像猫咪一样，就是很轻盈优雅的这个角度去得到你的一个丰收。好，第二张牌，这张牌好漂亮哦，它是这种宇宙中的这个星星啊，形成一个猫咪的形状。这一张牌讲的是自由。我看到的是这一组的朋友啊，其实你们也许心中一直在追寻某一种程度的自由，就是在下决定的时候不用受外界人的干扰，或者说不要考虑到那么多人。那这边出现的自由，一方面也是因为我觉得有一方面是金钱带来的，你们会获得金钱上的丰盛，也因为这个丰盛，你们不用再去被困在某一个地方，或者说勉强自己做不喜欢的事情，或者是说你们真的拥有了这笔金钱，你可以去自由的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去完成某一个计划。我觉得这个是因为金钱所带来的自由。第二个就是心灵上的自由。我觉得你们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身上确实是有一双隐形的翅膀，你真的是可以让自己飞起来，你真的是可以让自己的心意顺畅的去表达。那过去啊，你们真的可能受到外在环境的一些纷扰，或者是说误导啦，让你们
自己去折断你的翅膀，你可能去好像在成长的环境中，也许你被师长否定，或者是说你的家庭是用一个比较负面的这种责罚的态度来去帮助你成长，或者是说你后来在职场中的这个上司他是比较好像去强压的那种打压的方式来面对你。那我觉得这边的自由啊，其实你们的灵魂真的是不受任何框架、任何条约所去定义的。你们就是你们自己，你们是非常独特的，所以你们不用去怀疑，或者说不用去害怕自己究竟有没有这一双翅膀，可以让自己达到那个自由的状态。你们确实是有的，你们是有一双隐形的翅膀，你可以去让自己飞翔，你是可以让自己去达到你所想要的一个高度，你可以去好像让心中的那个火苗去把它燃烧起来，去追寻你真正想要追寻的那个你有热情的这种人事物。我觉得你们就是一个腾空飞翔的一个概念，而且我觉得你们放下了很多给自己的条条框框，很自己的限制，你们去追寻你们理想中最想要的那个生活模式，不管现在大家认可的生活模式是什么，我觉得你们内心中有一个自由，那个才是你们真正想要去成为的真实的你自己。那如果这张牌在讲的是关系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一组的朋友如果你们现在在一段关系，但是又觉得好像有一点点不顺畅，有一点点焦灼，其实我觉得你们更需要的是看就是两个人的未来，你们需要去看一个比较高的地方，而不是执着在现在两个人当下眼前的这个难题。我觉得你要看的是未来，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看的是你们两个未来的希望，看的是对方身上的一个美好。那我觉得你要把你们的这种焦点或者是关注点放到比较更高的那个角度去思考你跟这个人的关系，你跟他的方法你跟他的关系是可以让两个人在这份爱中都找到自由，都找到解放的。我觉得你们两个一方面是可以去连接，同时又可以获得某一种程度的自由有些朋友，你们会不会在感情中就是有一种我既想要恋爱，但是又很害怕束缚的感觉，或者是说你很想要谈感情，可是进入到婚姻中又会有一点害怕，不知道说会不会实际的生活跟我想的不同呢？或者是有些朋友，你们在一段稳定的感情中，又常常想要追寻一个个人自我的一个空间我看到的是，其实你们可以在人际关系上过得很舒心、很舒服，然后也能够很自由。但是这不代表说你要去切断你现有的人际关系，切断情感的连接相反的，我看到的是，因为你们明白了自己的这个界限，当你把界限画好了之后，你也去明白别人的这种底线跟原则在哪里。我觉得你更可以把这个心力就是专注在你真正想要付出的人事物身上，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的时间被解放了，因为你会觉得有些东西其实真的不需要去，有些人不需要去周旋，有些事情不需要去做，就算你不做，其他人也会做，或者说都没有人做这件事，其实也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我觉得你会把大部分的时间跟资源都用在你自己有热忱以及真心所想要做的事情，你们的时间是被解放的，你们的心是被解放的，尤其是在人际关系上，我觉得你们不会好像太去焦灼说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或者是说别人对你的评价，你已经从那个牢笼中被评价的牢笼中去挣脱出来。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张牌，很棒的一个讯息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副牌里面终于出现有关于感情的一张牌哦。好，我觉得你们今生啊，真的是会遇到某一个人哦。这个人呢，他是跟你彼此互相吸引、互相成长的，而且我觉得你会用一个很棒的方式来处理跟这个人的关系哦。有可能这一组牌的朋友，你们先前已经遇到过这个人了，这个人是跟你有灵魂契约的人，你们是在这一世要继续这个缘分，或者是说呢，你们在这一世是要了结你们过去的一个缘分的。我看见你跟这个人的互相的吸引的能力非常的强，有可能这个人就是你们的双生火焰，你们真的是有非常非常类似的灵魂哦。其实真的有点分不清哪一只是哪一只，只有这一只猫头鹰这边多了一个点点，就是我觉得你们两个的灵魂很像，就连心中可能受伤的地方、缺口的地方都非常的像。你跟他是有非常多的灵魂共鸣，你跟他是有非常多共识性的经验的。那在这一张牌中啊，我看到的是一个保护的能量，我看到的是一个依偎的能量。虽然前一张牌我们出现的是自由，可是我真的觉得你们会遇到一个人，你们会愿意去牺牲自己人生中的某一个部分，因为想要跟这个人去产生连接，然后你会觉得，这个牺牲啊。其实你自己评估之后也不觉得那个是牺牲了，因为你会觉得你其实得到的更多哦。这种爱是非常充足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人他对你其实是有蛮强的保护欲哦。不管这个人是男生还是女生，我觉得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其实是会挺身出来为你们发声的，而且他非常想要的去保护你跟他的一个关系，他是非常想要去给你一个承诺的。那我们刚刚说过，很多朋友，你们在这个金币五，你们走到顶峰的时候，有可能会遇到的一个人，他这个贵人也有可能是你的伴侣。我觉得这个人他的能量很多时候他是高于你的，所以他会去帮助你，所以他会去保护你，而且他呢对你是非常的认真的。这个人呢，他在遇到你之前，他已经比你们更早达到这个金币的顶峰。我觉得他是一个遇到你之前就已经把自己的人生经营得很好、很丰盛的，我觉得他的财富其实是不错的，是这种有一个很好的经营模式，他并不会说有一餐没一餐的，我觉得他是有一个实力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去获得很多的金币的，而我看见你跟这个人的关系是受到祝福的。那我觉得你在跟你的这个好双生火焰也好，灵魂伴侣也好相处的这个过程中，你的这个内在小孩他是会觉得很舒服的，他是觉得被疗愈的、被安抚的。你过去啊，如果曾经觉得宇宙对待你不公平，或者是说你有一些比较觉得对宇宙生气不满意的事情我觉得当你跟这个人相处，跟这个人对接之后啊，你会发现其实宇宙一直都有在听你的要求，一直都有在看照你，你的这个订单啊是被宇宙认真的处理的。好，那之前你可能经历一些让你不够舒畅，或者说让你比较撕裂的感情状态，那个真的是为了要让你们去产生蜕变，让你们去产生觉醒。当你们觉醒之后呢，其实你们的人生的视野会被完完全全的打开，不论是在事业上，不论是在感情上，它都是一个丰收跟顺流的状态。你们会往全新的方向去转化，而且我觉得你们会变得更加自由，你们的身心灵都会更加的去，就是都会感到更加的轻盈，好像有一个非常强的这种直觉的力量去引导你做很多的事情，来引发生命中很多的这种绿点，或者是说幸福的触点来到你的生命中。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那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解牌有对应到你的情况，有对应到你的能量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领取好运，领取第一组朋友你们的一个能量哦。那就祝福你们，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拜。
Hello，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帮大家看一下即将来临到你们生命中的超级好消息哦，就是下半年会有什么样子的惊喜陆续的降临呢？好，我们来抽一下第二组你们的能量牌卡。好，看一下第二组朋友们，你们对应到的能量是什么？请宇宙给我们指引。哦 ，regeneration, building blocks, poise。好，我们抽到这3张牌哦。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你们给我感觉是有很多人哦，你们应该在心里期望有一些改变很久了。这个并不是说你们现在的状况是很不好的，而是我觉得，你们有一种想要稳中求胜，就是稳中求进步的感觉。你们好像有一个就是想要去改变，但是却又不知道怎么样改变的心情。然后有的人甚至会觉得说，我的生活是不是就这样子？是不是就是没有机会去改变了？可是我看到你们这张牌是什么？是好像再次发芽，再次成长茁壮。它本来是这种在一个就是在一个比较绝望的境地，觉得应该不可能，可能已经是枯死的这个小树它竟然再次的发芽天降甘霖的感觉好，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有绝处逢生就是在一个你们觉得最不可能的情境，降下了大雨，降下了好运，来帮助你们去改变一些现在你认为是不可能改变的那个局面、那个情势而且我看到的是，我觉得你们过去好像被动的陷入到某一个比较紧张的一个状况，或者是说你们好像被动的被推到这里，这里就是一个比较看似荒芜之地。如果还没有下这种降雨之前看似是一个比较没有办法长出什么植物光秃秃的地方。我觉得你们是有一点像是被动进来的到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中，可是接下来的能量，接下来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完全会有一个翻转我觉得过去上天或者是说宇宙安排在你们生命中的一些功课，或者是说你不小心自己选择了某些人某些事情，因此把自己困在一个比较好像难以找到出口的地方其实接下来的这个能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你们好像会觉得你自己突然跳入了一个不一样的能量层次中，跟你现在在的这个阶段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如果你们觉得自己是被困住的状态我觉得接下来迎面而来的生活它那个整个步调跟节奏是令人期待的，是可以充满希望的。希望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你们会因为有了希望这件事情，你们会想要去对于自己的人生有很多的规划。如果有一些朋友，你们现在可能是这种躺平族，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办，或者是说呢，生活方方面面都有人帮你安排好了，你就算想要实力，也不知道怎么实力的话呢，我觉得这张牌它真的有一个重获新生的感觉，而且你可以去掌握到你的这个主控性，你可以去把你的这个主动权拿回来。特别是如果你们过去觉得自己能够拥有的力量是很小的，就是自己想要改变却没有办法去改变的话，你们真的可以期待一下接下来的这段时光，这是天降甘霖。我觉得宇宙会给你一些提示，一些指点，甚至是把你外在的阻碍去挪去，你可以去期待接下来的一个状况。好，接下来这张牌它是堆积木，然后它上方有一个女生她是非常有自信的站着，其实跟下面这张牌有一点像下面这张牌是蓄势待发。我觉得很多朋友
你们真的不要去小看你自己，你们真的不要去看轻你自己。其实有些朋友，你们过去真的有一些累积哦，是你们自己一砖一瓦去把自己奠基上来的，所以你们其实已经到达某一个高度了。这个就是这个积木啊，它已经在牌中大概1/3位置的一个高度哦，所以我觉得这些第二组的朋友啊。你们有些人本身天赋条件还不错，或者是说呢，你们因为过去自己的一些积累、自己的一些奋斗、自己的一些打拼，让自己其实可以去站在一个还不错的位置，可能金钱、学业，可能专业，而且这一张牌啊，它是一个这些积木是高于地平面的，我觉得我看到的是。好像下面会有一群人，好像正在看着站在舞台上的你，而且你们是非常有自信的。我觉得接下来的生活绝对是充满期待的，而且你们是非常有自信的一群哦，好像在这边摆 pose 给很多人拍照，而且我觉得你们不大会去受到一些低频人的那个能量的干扰，因为你们非常的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以及自己所想要摆的姿态，好多人反而会去仰慕你，或者是说去欣赏你，去追随你。我看见你们的生命就是有这样子一个重新突破的能量。这个突破的过程当然会带来一些变动，但是我们不要害怕这个变动，我们要去迎接这样子的一个变动。而且我看见有些朋友，你们真的在同一件事情上，或者说同一个人、同一个目标上，你们已经去努力了很长一段时间。也许是你跟某一个人的关系，你想要想办法去找一个更好的突破点，你想要更进一步，或者是说你想要把一些话能够说清楚，或者是说在事业上你们想要去找新的工作，希望自己可以到一个更适合、更宽广，或者是说上司能够赏识你的地方。我觉得很多朋友真的已经努力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你想要去尝试，你想要去看看自己究竟能走到多高多远。那从牌面上的能量来看呢，我真的觉得接下来你们不是好像主动去找事，或者是说主动去找人这样子的一个时期，而是我觉得你们是大家目光注视之焦点，你们是大家目光聚集之所在，你们会变得非常的炙手可热。我觉得变成是说，如果你在找工作的话，很有可能是很多个工作机会，你可以去选，你可以有条件去谈，或者是说你在申请学校的话，是有被很多还不错的学校去录取，那你可以去选择当中对你比较有利的一个条件。那如果呢，你是在跟某一个为了感情的事情焦灼的话，我看到的是你们的姿态是很轻松的。你可以选择要进入一段感情，或者是不进入一段感情。我觉得你们不大会去为了好像其他人的想法去动摇你现在所想要走的方向。我看见你们对自己的人生掌控度是非常强的，这是来自于过去你们一点一滴的累积，一点一滴的堆砌然后现在可以以一个很轻松的姿态，好像笑傲群雄的感觉。好，我觉得你们的内心是非常的坚强，非常的明智，也非常的有力量的。所以第二组的朋友啊，我真的看见你们已经完成了非常多牢固的基础在你们的生命中，而且你们正在持续的进行这一项美丽的工程、美丽的工作。若是就关系来讲，我觉得过去你因为真诚的和某一个人沟通，或者是说真诚的去表达自己你其实已经在关系中建立了某一些深厚的信任感，然后某一些深厚的一个连接。那有些朋友你们正在努力巩固现有的关系，也确实为了加强这个连接去做了很多的努力那我看见的是你跟某一个人的连接，因为你过去的努力，你去建立这个关系，其实目前呢已经有一个
彼此的信任感，某一种程度的信任感在而且这个信任感是在他的眼中你是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你在他的心中的高度已经被奠基出来了。那有一些朋友，你们正在为某一段关系的修复而努力，我看见其实这一扇墙，这一道墙，它已经筑好了，能够去抵御外在的一些风暴我觉得其实你们的内在已经在这个堆积这个美丽的工程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坚强，更加有力量，也更加的明智。你们确实可以去凭着你的力量创造你想要的繁荣生活。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你们有一个像是炼金术师的感觉，你们可以把一些就是看似很平凡的东西变成闪闪发亮的一个金子而且这个真的都是你们过去去建构那个一砖一瓦的那个基石，那个基础，造成你们现在能够去发亮，能够去成为别人注目的那个焦点。我觉得你们确实是可以去拥有自己想要拥有的梦想，你们有力量去实现它。重点是这张牌要告诉你们其实在你们的生活中，你们永远都是有余裕，你们永远都是能够做选择的。而且我觉得你们所奠基下来的这个美丽的工程不论是在事业上，不论是在关系上，其实真的是能够去打动人心，能够去影响人的。那有一些朋友这张牌有一个讯息是关于你们生活，特别是一些价值观上的改变好，有一些东西是在你们生活中好像累积很久的困扰，它是需要连根去解决。这个包含了价值观，一些根深蒂固的一些观念需要去沟通，或者是说你需要去调整的部分。那这一张牌告诉你们，其实你可以去放掉一些不合时宜的旧的能量，去拥抱新的能量你可以去加强那个更符合你、更适合你现在的能量的流动的那些思想。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你会看见更宽、更广的一个世界，而且常常这个视野是远远超乎你想象的。所以你们不要去害怕替换一些旧有的信念，或者是说你紧抓住也对于身心没有注意的东西，其实你们就将它放开，你们去大胆的拥抱这个属于你们的高度，属于你们的美丽新世界。好，下一张牌是一个这种蓄势待发、泰然自若的感觉这张牌非常非常的有自信你看前面一张牌它的 pose 是这样，然后下一张牌感觉就是要跳起来，而且还有了翅膀。大家看到这两张牌的高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张牌可能还在半空中，然后这一张牌已经非常接近天空了，就是抬头一望我就看到天空了。所以我看见接下来你们的层次你们的人生又被拉高到下一个境界了。这个是为什么呢？这个是我觉得你们真的是过去有在为很多事情做准备，就算你觉得现在还是这种比较荒芜之地，你还是努力的再去累积一些东西，比如说你的技能，或者是说你还是持续的在为这段关系进行修复。我觉得你们的人生其实是可以带着知识、智慧以及努力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中，我看见好多星星、新的希望、新的机会，而且你把什么问题或是说什么想法抛向给宇宙，宇宙其实是会回应你的。这个真的是一个开始新的事物，或者说连接一个新的关系很好的一段时期我看到的是你们整个人好像跳起来，整个人都亮起来了，至少你的眼睛或者是说至少你整个身体的姿态是非常愿意去敞开的，非常愿意去拥抱新的人事物的。我觉得你们对于自己是充满信心，然后也是很快乐的在往前走的。我觉得不管是内在跟外在，你都会对自己充满信心如果是单身的朋友，我觉得
你们其实不需要在爱情中好像汲汲营营，或者说努力证明自己是值得被爱的。你要先爱自己，而且相信自己，你就会吸引到跟你同频率、高频率的人来到你们的生命中。而且我觉得这张牌真的有一种你可以很轻松的应付很多的事情哦。但是你首先必须要相信自己，而且你要发自内心的在一段关系，在一段事业中，你去给予，你去付出，这样子才会形成一个美好的循环。你去给予，去付出，你也会去接收到你应该接受的，你会去得到你应该得到的，而且是必定得到的。我觉得选到这一组的牌的朋友，你们从第一张这个枯木到现在，就是真的到了这3个阶段，真的是经历了一个可能也是不算短时间的一个蜕变。那我觉得到了后来啊，我看到的你们啊，真的是充满自信，然后已经准备好自己内在的力量，可以去往前走，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我觉得你们的灵魂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跟幸福，不论你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那如果有一些朋友，你觉得你目前还在这个阶段，你还不知道就是未来应该要怎么做，然后你想要去准备的东西，你想要去考的这个事。考的这个事，或是说争取的这个工作，你还没有什么头绪，那其实没有关系。好，你只要把自己准备好。有些朋友，你们可能对你接下来要考的这个试，或者说要争取的这项工作、这个项目还没有什么头绪，那其实没有关系。这张牌呢，其实有告诉你说，你要去把重点放在建立稳固的这个基础上，而且我觉得这张牌有一种，你要把事情做好再交出去，你不要交一个半成品，或者是说未完成的东西，这样子别人会对你的印象是不好的。有的时候，如果这个东西它的时间是可以比较晚，或者是说它是可以还有一些余裕的话呢，这个时间上，你就尽量把东西做到最好再交出去，而不是还没有做好，我先弄一个大概，然后就把这个东西去交给人家。因为这张牌哦，真的是有这些牌的能量，真的是有。你们要把那个最基础的这个工作做好，不要去用聪明取巧的方式，你不要去让别人先对你说的话有期待，然后到时候没有去做符合那个你说的话的事情，或是符合别人期待的事情，会让别人失望。特别是在关系里，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可能去实现想要给对方的一些承诺，或者是说想要给自己的一些突破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先慢慢来，不要急，也不要先好像觉得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很多事情的完成，很多事情做好，就是先夸下海口的感觉。我觉得好像牌面上也告诉大家不需要，你们真的可以从最基础最地基的部分开始做起，甚至是别人没有去留意到的那个小细节，我觉得宇宙告诉你，其实这样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一些空中楼阁的画大饼，或者是说一些看似美丽但是却没有办法实行的计划。好，这是第2组朋友你们的一个能量的对应哦。我们接下来再继续帮大家看一下你们的生命中接下来会有什么样子的好运呢？直接就冲出来了 Air Spirit。 好，值得期待的好事情来临到我们生命中。好，这2张牌自己跳出来了。好，我们看到的2张牌，一个是这种空气之灵哦。那这个女生呢，她坐在一个好像龙舟上，
好，还扬起了帆，然后他不断的接收到来自天空给他的这个黄色的这个水晶球，里面包含了很多的知识、很多的智慧跟很多的希望。好，我看见的是你们呢，好像正在前往一个自己非常喜欢的地方，或者是说你正在尝试一个新的目标，然后这个目标是可以把你推往到一个你喜欢的环境中。所以我看见接下来的这一段时光啊，你们的行动力真的是非常的强。那如果有些朋友，你们目前的生活还是待在一个就是现况没有太大的变动的话，我觉得其实在你现有的生活，你也会去接收到很多的，像这个黄色水晶球一样，你会接收到非常多的灵感。这个灵感呢，会让你自己在生活中去面临一些改变，或者是说你会得到一些机会。这个机会其实跟前面2张有点像。我觉得你们在往前走、往前航行的过程，越来越多人会看见你，越来越多人会发现你。然后我觉得你身边啊，在工作上真的会出现一些赏识你，或者是说能够提升你的人，或者是说机会。有可能它是实际上一个人，或者是说一个机会。你只要是完成什么事情，或者是说通过什么样子考验，你就可以去晋升哦。好，你们这边是有这样子具体的一个能量。然后我觉得如果有一些朋友啊，过去你可能就是受困于某一个制度，或者说某一个人的那种打压的话，我觉得这里会有一个就是像是德高望重，或者是说比较对这件事情有经验，我觉得比较高的能量，它会来帮助你，它会来解救你，它会给你这个黄色的这个水晶球，我觉得它会给你一些提示提点，让你去绕过目前的这一条路上的一些荆棘，或者是说呢，我觉得有一些人会出手相救，让你去离开你现在所处的这个困境。特别是说，如果你们在职场啊遭遇到什么样子的麻烦哦，或者是说你们碰到什么样子的法律的问题啊，我真的觉得宇宙其实会安排一些人，或者是说一些讯息来到你的生命中，帮助你突破一个受困的状态，帮助你去突破一个比较被压制、比较去束缚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你们可能会发现生命中同时充满着阻力跟助力，但是这个助力、这个拉力、这个力量是比较强的，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加上你们本身的智慧啊，其实你们是有能力去突破、去冲过这个关卡的。重点是你们其实并不是孤军奋战的，我看见宇宙本身安排了很多人，他们会直接的、间接的去协助你们。那有一些朋友，我看见你们目前有被困住的感觉，并不是来自于你们自身的一个问题哦，更可能的是一些你身边的重要的人，他们正在影响你，或者是说牵连着你。比如说你的家人、你的伴侣，他们正在陷入一个比较低潮或是比较困难的状态，或者说呢，跟你有情感连接的对象，他的事业、他的状况，或者说他的这个家庭出了一些议题，那连带的也影响到跟你的一个连接哦。那同样的，我觉得宇宙其实想要告诉你，不管今天的状况是如何哦，你们确实是会保护的。我觉得会有那种灵光一闪的讯息来告诉你，这个解救的讯息它是会来的。而且我看到的是，你们会更加的去认识，更加的去看清楚你们现在所处的状况，去接受这个世界它原本真实的一个样子，而不是说你理想或者说你想象中的样子。因为你唯有去了解这个世界真实的样子，你才可以去让你接下来的选择，你走的每一步都更接近你所想要的那个状态。我看见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哦，你们不要再去对过去后悔，然后也不要对于还没有到的未来过于担忧，有点像是你就专注在当下，做好你该做的事情。那另外这张牌啊，也告诉我们，其实这个你脑海中的知识是很重要的，你的先辈知识哦。如果你想要把事情做得更好，那个关键就是你有没有
在脑海中先有一些知识，这些知识可以让你去延伸到下一个阶级，延伸到下一个阶层。你必须要有大量的经验，才能够去建立这个脑海中的知识。就像你可能会觉得有些人呢，怎么可以去写文章写得又快又好？那是因为他的脑海中其实已经有很多的资料库，他可以快速的连接跟快速的组装。那我看到，其实你们懂得越多的时候，你们在往人生这条道路上前进的时候，你们就会越谦卑。而你身边啊，可能如果过去有一些人对你们比较无理，或者是说态度比较不好的话，这个并不是因为他们能力真的比你强，或者说他们真的这个超厉害，而是我觉得他们是比较无知吧。就是你们的谦逊是基于力量的，可是他们的傲慢是基于无知。而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真的要相信，当你自己把自己装备好了，当你自己真心的想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宇宙会联合起来帮助你。那有一些朋友，我看见其实你目前还停留在某一个状态，或者是说还停留在某一个环境中，那你还不确定要不要往前跨出另外一步，那也没有关系。其实宇宙告诉你，你就先在这里停下来，这也是你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呢，我觉得，因为有些朋友，你们内心可能真的没有觉得现在的自己很需要改变，或者是说，维持现状虽然不满意，但是也好像尚可。就是我觉得大家你可以去衡量一下你们现在的状况，并没有说你一定要很快速的、完全的脱离，或者是说完全的离开哦。因为保持现况，也可能是基于你过去的知识经验所做出来的一个选择。而你现在可能还在一个打地基的过程，或者是说在一个准备，在一个思考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大家千万要慢慢来，不要逼自己，你一定要去想清楚之后再行动。这个也是这张牌所出现的这个讯息。因为这艘船它是可以往前行的，但是呢，航行的速度快慢、节奏以及那个方向是你们自己决定的。当这个船啊，有的时候它航累了的时候，它还是要停下来休息的，所以这个速度是可快可慢，而且有的时候确实是要停下来休息，重新校准方向，再往前走。大家必须要相信，你们并没有在人生的时区去落后其他人，你们是按照自己的步调去往前走的。有些朋友你可能很担心说，会不会我今天停在这边休息了，然后就会落后别人好大一块，我必须要好像赶快去做出一些改变或是什么。其实这张牌也跟着告诉大家，就是顺流吧，顺流就是顺着自己内心的一个节奏。因为人生它并不是，它这边画的并不是一个金字塔，要你就是好像一阶一阶的，就是往上，然后直线的往上前进。这里是一个大海的感觉，大海是一个很宽广的，就是我觉得这张牌的讯息是，生命并不是一路往上，好像攀岩的过程，更像是在广阔的大海中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你们确实会遇到各种机会跟各种挑战，然后也会遇到许多不确定性。那不管你们航行的速度是快是慢，或者是说航行到哪一个方向，其实它都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要你们，重点就是你们所处的这个船啊，这个船一定要坚固，它才能够带你们去乘风破浪。那要怎么坚固呢？其实这张牌有说，你们要有先辈的知识，然后你要将这个船身建造得很安全，你自己内心要对自己有自信、有自尊，这样子你才能够去有余裕说思考你要往哪里前进。那另外呢，这边有一个风帆。我觉得风帆呢，代表着你对你自己的爱，以及你自己愿意去探索这个世界的心哦。其实你真心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当时间来临的时候，你就会去做。如果你现在有一个不喜欢的工作、不喜欢的环境，但你却又还没有
没有办法离开哦。你可以去想一想，就是留在现况对你而言的好处是什么？不然你为什么会不想要离开？它是不是其实也隐藏了一些好处呢？好，这就是宇宙告诉你的一个讯息。只要你想要去突破，其实会有人来帮助你。但是你想要留在现状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充实准备的一个时期哦。不管你做什么样子的决定，宇宙都会支持你的。接下来呢，我们看见的这一张牌，它是一个春天的这个花园的精灵，它讲的是一个好像重新被启动、被活化的感觉哦。在这棵树下有好多的彩带，然后每一个彩带都是有精灵，这个精灵它真的是快乐到模糊，或是说它飞快的转动，所以以至于它是模糊的。这个画面非常的美哦。好，我觉得这个画面呢，告诉我说，有一些朋友真的是需要让你的内心去转动起来，让你的内心去快乐起来哦。如果因为这边出现了一个天鹅嘛，它是跟爱情比较相关的一个讯息哦。有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在担心某一个感情的状态是不是能够持续下去，或是说你觉得你感情好像受到了一些阻碍的话，你的关系受到了一些考验的话，我觉得其实你们要先去释放你们潜意识中对这一段关系的担忧，就是你们要放弃的可能并不是这一段关系，而是你心中对于这段关系这个人的不信任和不安全感。或者是说有些朋友你们在学习一个新的事物，接受一个新的任务上，你会很担心我自己究竟能不能够去承担，究竟能不能够去做好，或者是我究竟会不会出错，那好像会让自己受困于一个比较小，或者是说比较一个局限的一个思考模式。因为这样会变成专注于你自己不能完成的那个事情上，而不是去思考我要如何去完成这件事情。所以我看见今天这一张牌哦，好，这些精灵啊，旋转的这个彩带哦，它其实就是要带领你从思想的牢笼中走出来哦。我觉得他想要去解放你，他想要去告诉你，你们本身呢，其实可以去到达一个更大、更宽广的空间，有点像是龙困浅滩。你们其实会从这个小池塘中被解救出来，或是被解放出来，会进入到一个更宽广的溪流，或者是大海中，你可以去发挥，你可以去实现。对，你们是有这样子的能量在，可是前提是你自己要把自己的内心同步的释放出来，相信你自己做得到。那机会来临的时候，你们才会愿意去转换，你们才会愿意去走出去。那关系也是一样，我觉得这些小天使，它真的是很快速的在飞舞，很快速的在旋转，他们非常想要去帮助你突破你卡住的事情，特别是你内心的一个焦虑哦。我觉得接下来会有一个契机，或者是说呢，会有一个转环，让你从一个受困的被动的局面中去突破，去走出来。那刚刚提到的，你们有的时候啊，也可以休息一下，有点像是完成了一场战役，很累的时候，你们要让自己去休息，不要勉强自己去做一些，你已经很疲惫了，不要勉强自己再去接更多的工作，或者是说在很疲惫的状况下去跟某一个人进行一个深度的对谈哦。有的时候你稍微休息一下，让这些黄色的水晶球，让这些小天使来帮助你，来帮助你从困境中冲出去。你休息好了之后，再信心满满的把这些好的能量接收起来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抽出塔罗牌，来帮大家看一下宇宙还有什么样子的讯息要给我们第二组的朋友呢？好，哇，冲出来的这张金币六，第二组的朋友还有什么样子的讯息？来吧，来吧，一次两张牌 ，Child of Swords， 还有圣杯的守护者，还有 Elder of Pentacles。哇，我们的战车牌太棒了！一起来看一下这几张牌哦。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哦。你们这边呢有2张金币牌，1张宝剑，1张圣杯。好，你们缺少了这个权杖火的元素，不过没有关系，你们这边有战车。战车是一张非常有力量的牌，代表着强大的意志力跟对于胜利、对于目标的一个执着。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们可以来。我觉得你们的牌面上看起来，你们的能量哦，各个能量是蛮平均的。也就是说，我觉得你们其实在各方面的发展会蛮均衡，并不是说，特别的，好像某一个方面冲很快，然后其他方面就是比较落后。我觉得你们是一个蛮均衡、蛮平衡、蛮平均的一个能量哦。那有的时候啊，我觉得就牌面上来讲，有的时候这个，平凡的这个命，它其实反而是很难得、很不简单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平凡这种平均平凡。对我来讲，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好命。也许大家听了会觉得说，哎，我不想要什么平凡，但是我觉得这个平凡在这里，它是一个有祝福的意味在。这个平凡平均，它其实是并不是这么简单的拿到的，因为很多人他们可能会就是生命中有某一些元素特别好，但是呢，它也会有大起大落，或者是其他元素是非常的欠缺，可能他事业冲很快，可是家庭啊健康啊是没有办法兼顾的，或者是说呢，他的家庭圆满，但是可能在事业上就是比较没有特别的发展，或者是说就是身体健康上并不能去兼顾。那我觉得你们这一组的牌啊，真的是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因为各方面都是很均衡，看似平凡，其实不平凡的一张牌哦。好，那我们慢慢的来讲。首先呢，我们这边看到的是金币6。好，金币6这张牌，下面有2个这个鸟巢嘛，然后上面有5个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金币哦。那我这边呢，我看到的是这张牌，它其实代表的是接受与给予，接受跟给予哦。那我觉得你们的这个好运，它真的不是局限在某一个方面。大家有看到5个不同颜色的这个金币，其实上天要给你的东西，它可能并不是一次爆炸性的给你一枚超级大的金币，可是我看到它是在你的生活各方各面会有一些幸运，它是有在关照你，而且我觉得它是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去帮助你，去看照你，去给你这些好运。那这边呢，好，有2个这个像鸟巢一样的这个篮子吧。我觉得你们其实这个好运呢，我真的会，只要你想去接，你真的会接得到。大家不要怕漏接，因为这边就是有2个这个篮子，你要掉到哪边其实都可以接收得到。然后这边有一个讯息要告诉大家的是，当你给出去的越多，或者是说你越感恩，其实你们收获的也就越多哦。那有些朋友你可能会觉得我现在的状况还不是很好，就像第1张牌，你们可能还在这个沙漠，你们还在等待天降甘霖的这个情况。那我觉得这边呢，牌面上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可以想一想，除了你烦恼的事情之外，生命中、生活中有没有什么事你不需要去烦恼？可能你每天早上一起床，你不需要去烦恼，你就有早餐吃，或者是说，你不需要去烦恼，我的手机有没有电，我只要插上去就有电了。或者是说你今天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是可以找到人，你拿起电话是有人跟你谈天谈心的。我觉得各种其实你生活中你不需要去烦恼，你看似很简单的事情，它其实都值得去感恩。那当你们越去感恩，我看见你们的这个接收到的好运的能量就会越来越强。也就是说，如果你们有一双可以去发现美好美丽事物的眼睛，其实你们真的会发现宇宙会给你们越来越多。当你愿意去看见，你得到的就会越来越多，而且你们也要将你们得到的这一份好运去传递出去。这个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去解决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哦，有的时候光是
你在跟别人接触的时候，给人家一个微笑，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力量。特别是如果你是服务业，你帮别人就是解决一个问题，而且你是和颜悦色的，其实就给对方来说呢，是一个心情很稳定的一个力量。这个也算是一个帮忙，也算是一个协助哦。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Child of Sword 这个宝剑的侍者哦，这张牌在说什么呢？我觉得这张牌其实在告诉大家说，你们不要去担心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有些人在工作上，然后你们可能会想说，我真的适合这一行吗？或是说，我真的有办法继续做下去吗？这张牌有一点告诉你要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自己哦，特别是如果你对你现在自己是比较没有自信的，不知道自己可不可以把这个工作拿下，或者是说可不可以把感情经营得很好的话，我觉得这张牌有告诉大家，真的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待你自己哦。好，这只乌鸦，它在看待这个宝剑的方式，它是好像低下头的，从它的两只脚，中间两只脚这样子弯下头上去看这个只宝剑，所以它看待宝剑的方式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方式哦。那这支宝剑它其实非常的高，然后非常的直挺挺的站在这个雪地上，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你们内心真的要去相信自己。当你真的去执行了，真的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哇，我原来内在是有这么样像宝剑一样，好像冲天而出的这种爆发力哦。你内在其实会有一个好像是火球，或者好像是一个小宇宙一样，它是可以去燃烧的。而且我觉得你们应该，就是你可能没有去想过自己可以达成的事情，我觉得宇宙在告诉你，你们其实是有办法的，你们其实是表现很出色的，但是前提就是你是怎么样看待你自己的。可能过去就别人给你的评价，或者说你自己对你的评价，你不是那么好，或者是说你明明做的还不错，但是你总会自己去打压你自己。那我觉得这边这张牌真的要告诉大家，你们其实不用担心这么多，而且我觉得很多事情你们其实不用去委屈自己哦。有些事情你可能就会想说，我退让是比较好的，或者是说我不要说，就是我不要讲得太明白，是一个维系关系的好方式。但是这张牌有一个换一个角度来思考，也许你讲出来其实是不会伤害到对方，反而对事情有帮助的。还有这张牌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你们有的时候卡关了的时候呢，遇到困境的时候，你也可以站在对方的立场想。比如说你在面试工作的时候，你被拒绝了，那你可以去想一想，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他是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的，对方是怎么样子选择可以跟他们公司适合的那个员工，适合这个职位的人哦。那有的时候你去想一想的时候，我觉得这边有一种豁然开朗的这种能量哦。有的时候其实呢，你们在挑选工作的过程并不是说都是别人来评价你，你们也是可以去评价这间公司的。有的时候一个面试一个交流的过程也是在了解彼此适不适合。我觉得换一个角度去想，很多东西是可以去释怀的。然后感情也是一样哦，有的时候今天这个人拒绝了你，或者是说他对你比较冷淡，我觉得不一定都是你们有什么地方不好，或者说不一定都是出在你自己身上，可能当时的条件真的不适合，对方真的有他的一个难处，甚至有的朋友对方有家庭了等等的，那这一段感情真的是在现实上的阻碍跟不可能。我觉得大家不要就是一直卡在某一个局跟某一个点上，这张牌请大家换一个角度，换一个方向试试看，有别条路可以走的，真的。
好，我们接下来看到圣杯的守护者这一张牌，给人的感觉非常的柔美哦。有一只锦鲤，这个鲤鱼哦，它正在靠近圣杯中的荷花。这个荷花是它小心翼翼想要去守护的那个事物，是它很珍惜的、很珍爱的事物哦。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们的好运啊，有点像是在水面下，它已经开始涌动了，它已经开始运作了。我觉得在你们的生命中啊，他会出现一个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人他我觉得他可能已经过上了你想要过的那种生活，或者是说他的生活看起来是非常精彩的，很正能量的。然后你跟他接触之后啊，你会被他的这种正能量感染，然后他也帮助你去意识到，其实你可以真的去过上你想要的那一种幸福的生活，以及你要怎么样子选择一条适合的道路，才可以通往你喜欢的生活哦。我觉得你们出现的这个好正能量的这个人哦，他可能是一个伙伴，可能是你们的这种伴侣，或者是说是你们灵魂家族的伙伴哦。那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说啊，这个人是一个对你们有正面影响力的人，因为他感觉上个性啊是蛮好的，至少跟你相处起来，你们是蛮有话聊的，或者是说，你看到他的时候，其实或者说你跟他聚会的时候，你就会心情蛮好的。他有可能是一个朋友，或者是说，某一个你学习的对象，也有可能是刚刚说过，有人是这种灵魂家族的一个伙伴，或者是说跟你有恋爱关系的一个对象。我觉得这个人呢，不管你们是用什么样子的关系连接，他其实对你的事情是在意的。如果你跟他谈话的话，我觉得他会去关心你的生活，他会去真正的在意你的生活，也会希望你去过得好。那你因为看到这样子的人出现，而且他过上对你来说是一个理想的生活，或者是说你看到就是他的情境可能跟你差不多，但是他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非常的好，非常的愉悦，非常的享受的。所以也许你们会好奇他是怎么样子去把自己打理的这么好哦。我觉得你可以从他身上感受到一些很积极的能量，听到一些很积极的一个消息，所以你们在心中啊会有一个更清晰的目标，你要怎么样去达成你的那个理想，你怎么样去过上你的理想生活。那我觉得它其实可以帮助你，就像前面那一张牌一样，它是说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你所处的环境。我觉得这个人的出现，他也可以去帮助你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更高的维度去看待你以及你所处的那个周遭的环境，还有人事物等等的。也就是说，你从整个人生，把这个人生的时间轴拉长，把这个镜头拉远，不要专注在某一件特定的人跟某一件特定的事情上。我觉得你们就会去看到你之前看不到的东西。也许你会去发现，在生命中真正值得真正值得去珍惜的人是谁，或者说值得去珍惜的事情是什么在生命中真正对你好、真心爱你的人是谁，或者说真正对你有帮助的人是谁哦？而且特别是这里有帮助的人，他不一定是跟你认识很久的朋友，他有可能是跟你接触没有很深，但是你就仅仅跟他通过1、2次的谈话，或者是可能是这种线上网络的一个认识，它其实就足以改变你，或者说足以去影响你。也有可能你们是读到一本书，或是看到网络的一篇文章，让你想要去起身而行，你想要去做一些行动。那我看见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的这种好运刚刚说它是很多的，但是它是给我的感觉，它是一个缓慢前行的，然后给到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是有点像是棉花糖一样打中在你们身上，但是很柔软的。
不是那种很爆炸性、很爆发性的感觉，我觉得它是会让你慢慢的融化，然后生活慢慢的变得越来越甜的感觉。我觉得这个速度啊，它是在酝酿的一个状态哦。但是当你越走越远的时候，你回过头来看啊，你会觉得，其实生活各方面都已经变得越来越好了。那可能有的朋友啊，你们会对于自己过去做的一个选择，或者是说呢，回首过去啊，你会觉得自己曾经有走错路的感觉。但是这2张牌告诉我，其实你们换一个角度去想哦，也许事情会不一样。就像有的朋友，你可能觉得，我当初爱错了人，所以我现在的生活怎么样？或者是说我当初入错了行，所以我现在的生活不是我理想的那个状态。可是啊，当好运，宇宙给你好运来临的时候，其实你们真的要去接，而且你们要去想，其实你过去那些错误的尝试，是不是去帮你发现什么才是适合你，帮你去修正，让你可以去更接近你的理想。如果你没有遇到那个错的对象，你怎么知道真正适合你的人是谁呢？你要怎么样再一次做出对的选择呢？或者是说，如果你没有进入到这个行业中，其实你也不会知道这个行业实际是怎么样，你可能对它是有很多的憧憬，而你进去之后，你明白之后，其实这些都不是一条失败的路，它只是指引你到达成功的一个方向。就是说它是一个指示牌，也许对你来说这条路是行不通，这个人是行不通，那没有关系，你们还是可以去修正的，你的人生还是可以去慢慢的摸索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来讲。所以牌面上告诉大家，真的是换一个角度来看，而且你们的未来是充满机会的，你们未来并不是一个被消耗、被压榨的一个状态。我看到的是，你们是被这个好像圣杯的守护者所保护的，你们就像是被这个井里真爱的莲花一样。我觉得你们是被宇宙真爱，是被宇宙保护的。要看你是怎么样来看待你所处的这个环境哦。而且我觉得你们会遇到这样子正能量的一个朋友，或者是说正能量的一个伴侣，让你们慢慢的去脱离一个你可能被卡住的一个状态。有些朋友真的觉得你们会对于自己想要什么，然后你会更加的去明白，更加的清晰认识之后，你会把所有的能量都放在那个上面。因为我们接下来的2张牌哦，这个是非常有能量、非常有力量的牌哦。好，我们出现的是金币国王。金币国王呢，这只熊啊，他手里拿着金币，背后是他的江山，背后是他的这个城堡，还有他的这个森林的感觉哦。他拿着金币，直挺挺的望向前方。这张牌告诉我觉得你们其实是可以好好的运用自己的能力跟身边的资源去达成一个你心中理想的目标，而且我看见你们真的是可以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的。你选择的这条道路上，你是可以走下去，你是可以走到终点的。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条路是好像有一些颠簸起伏不定，但是宇宙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就是犯错是正常的。你们真的不要害怕失败，不要害怕犯错。很多企业的成功都是经过不断的尝试，不断的修正。同样的，作为个体的你们也是哦。如果你们不小心，真的是不小心犯了什么错，做了什么后决定，你们只要去认知到你的错误，并且你去谦卑的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再去修正，再去重新出发。我觉得这个就是圣杯国王一个成熟睿智的一个状态，并不是说我讲错了，并就是金币国王这个成熟睿智的状态哦。并不是说到达了国王，他就是全部都不会犯错，他下的决定就都是对的，不是这样子。只是他能够比别人更
更勇敢的去承认他今天所犯的错，去承认，去接受，然后去修正，或者是说找资源来帮他调整哦。我觉得圣杯国王啊，他其实他有的时候，他大部分都是理智的、睿智的、理性的，但他有的时候确实也有粗心大意的时候，判断错误的时候，但是呢，我觉得不管他是对自己或者是对别人，他都不会严厉的批评，他就是想要去找出事情的症结点，然后解决，然后做得越来越好。所以我看见你们本身有圣杯国王的力量，你们真的可以去以开放的心态去接受自己，包容自己犯的一些大大小小的错误，然后去修正，其实就可以了。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心态。然后我觉得在感情中啊，其实你们在一直等待的那个人会来，圣杯国王就是这个意思，他会来，特别是单身的朋友，而且这个人他会爱你本来的样子，他会爱你最真实的一个样子哦。好，你们真的不用担心。那如果你今天遇到一个人，然后你可能觉得，你跟他好像互相有意思，然后但是他为什么还没有做出承诺或是行动呢？那这边给我的讯息是，我觉得这个人他也是，他需要去想清楚这件事情，想清楚爱情，想清楚你跟他的关系，因为他是非常重视跟你的关系，跟你的连接，他其实不大想要去，好像很匆忙的下一个决定，然后就是好像用抱持着试试看的心态，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没有做出承诺，并不是在拖延你，在浪费你的时间。我觉得他只是很重视这件事情，就像你们很重视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会需要多一些时间思考、准备，或是说找到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再去采取下一步行动，或者是说他需要更去了解你，或者是也是要让你更了解他。我觉得这张牌告诉我的是，跟你们进入关系的这一个对象啊，他是一个性情上比较安稳的人，不是说安逸，是说我觉得你跟他，在感情的连接上，他是会让你比较舒服，不用担心的，并不是说他生活是这个躺平族。我觉得他是一个可以让你在感情上不用去经历过这种波澜起伏，然后很多焦虑心态的一个状态。那这张牌呢，大家看到要开心，因为经历了前面的那一些阶段哦，我觉得到达了到达了金币国王，一直讲错，到达了金币国王之后，它代表说你可以去享受你过去的努力的一个成果。那除了你努力的成果之外，还有一些是我觉得上天给你的好运，因为怎么说呢？个人的努力，它确实是可以达到某一个高度。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运势，我们需要运气来推一把。因为你在选择 A 跟 B 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是并不能完完全全的预知未来跟掌握那个状态，而你可能凭着有限的线索去决定了之后，哇，发现这是一条大好的路。选了一个人之后，发现哇，你押对宝了。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宇宙在给你的这个好运。而宇宙给你们的好运，它是很均衡的放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很爆炸性的那种，好像很大的这个惊喜。相反的，我觉得这个大礼物它是拆开成好像6个，可能生活中不同的方面，你们都会去接收到来自宇宙的这一份爱。好。那接下来是这个战车牌就很有意思了。也许这一组牌朋友，你们在给人家的外表上可能是温良恭俭让，或者是说是这种有点粗枝大叶啊、粗线条啊，然后就是好像比较散漫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不是哦。就是呢，你们在你们真心所想要做的事情上，你们是有潜质去爆发你的能量哦。你其实就是可以像
战车一样在外面打仗，在外面征战的。有些朋友啊，我觉得如果你们是从事跟这个开拓业务有关、销售有关的，你们是可以去打下某一个战场、某一个江山，或是开拓一个新的领域哦。我真的觉得你们有这样子的能量，可能会有些人是有一个反差的能量，可能你明明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可是做业务哦，就是你就是有那个诀窍去抓到应该要怎么样去成交，或者是说顾客就是买你的单哦。好，你们真的要去相信你自己，你们的潜能爆发出来是很可怕的，而且我觉得那个是你自己跟可能其他人、你家人都不相信，你在这一方面是有这样子的才能的。有些朋友你可能是本身啊有一个正职，但是你自己啊又在经营其他的副业，或者说在学习其他的一个兴趣哦。我看见其实只要是你们专心投入的事情哦，真的它这边就像战车一样，它是可以从小溪流向大海的，接下来就是这个大海一望无际啊，是非常无垠的一个没有尽头的一个地方哦。所以你们只要去踏出了第一步之后，我觉得上天宇宙就会为你打开一个全新的人生的境界哦。当你真的是突破了这边，好，就是有点像是最后一里路吧。好，你走到了这个岩石的尽头之后，你就会看见哇，闪耀很光明的一片未来哦。你们应该说你们的事业，或是说你们的感情哦，它可能并不是就是一帆风顺，它的路途有的时候会遇到险阻，但是真的突破了之后会不一样。而且我觉得你们的体内、你们的灵魂深处蕴藏了非常厉害的潜能，你们本质很不错，你们的实力也不错，只要那个态度拿出来，只要你那个信心拿出来哦，其实你可以去显化你自己的能量，你可以去用这个显化出来的能力去获取你心中的那个愿望。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确实是可以在事业上做得很好的，而且我觉得你们是那一种一开始可能有一点害怕，可是你通过这个关卡之后，接下来就会很容易了，就像打游戏一样，你们会抓到那个诀窍，在接下来在遇到下一个阻碍之后啊，其实你们就知道要怎么样处理或怎么样子的应对哦。所以怎么说呢？过去的那些经历啊，真的都是给你增添这个能力值，让你在接下来的人生可以越走越顺。很多的东西啊，这边也是这个水嘛，很多的东西它其实是在水面下已经暗中的运作、暗中的发生哦。你其实可以感受到你的生命真的会越来越有一些变化。你们在你们的人生中是捕食者，并不是被捕食者。这一张牌，这个是国王，这一张牌是战车，大家要相信自己，你们的力量非常的强大。我觉得这个还代表着你们可以自律的走向你们的人生旅程。战车牌它对应到的这个星座是巨蟹座，巨蟹座它是有这个很强大的意志力，也很执着，然后它对于成功是非常的渴望的。如果是放到爱情的话，它是一个很恋家、很守护家人的，具有这样子的特质哦。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在这个爱情上，不管你之前遭遇了什么，你只要去把握住你想要幸福的那个心哦，你愿意去尝试，你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我觉得你们真的会达成你理想中的那一个状态。不仅仅是渴望，你们还有行动力出来。这个行动力并不是说你就是要抓着人一直去联谊啊，或者是说一直请人家帮你介绍。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你们本身散发出来的那个魅力、那个自信，加上宇宙的一些因缘巧合，真的会促成一个意想不到的缘分发生在你们身上。好，你们的内心是非常坚强的，我真的看到。如果你们愿意，或者说如果你们去打开心中的那个渴望，你们想要的东西是一定可以拿到手的。
好，那最后呢，我们再来抽出猫咪塔罗牌，我们来看一下宇宙给第二组的朋友们，最后还有什么样子的讯息跟指引呢？可爱的猫咪塔罗牌，好，我们来看到，好，这又是一张有关于水的牌哦，浅的非常深，它是猫也是鱼哦，好。第二张牌是好一家人，小猫咪的一家人 family。我会觉得这两张牌啊，比较是跟情感有关的牌哦，在跟人际关系连接上比较有关的牌。第一张牌啊是这个海面下、水面下，然后这只猫潜到水底，然后再看着上方，看着这个拿读牌的人，然后另外一张牌是在树上，所以是两张不一样的情境，一张在水面下，一张在树上。一张在树上，好像有翅膀，这个猫咪的小鸟嘛，然后它们有一个窝，非常的舒服的一个姿态哦。所以这两张牌，我觉得它更是这种一个人在渴望的幸福，过渡到哇，真的拥有幸福，一个很这种和乐的一个画面哦。第一张牌我看到的是这组朋友啊，你们在感情中可能之前其实是有遇过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呢，他打开了你的心，或者是说让你想要去跟他有连结，就是他引起了你各方面的一个兴趣，让你对于爱情啊有很多的想法，或者说对于这种肢体接触会有很多的欲望哦。我觉得他真实的触动了你们的心哦。但是呢，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也许你会慢慢的发现，有一些地方其实跟你实际上想的不一样。所以这张牌有点像是潜到很深的海底，你们去问你们灵魂深处，究竟你们要的人是什么呢？好，有一些对象一开始啊，你是看不上眼，或者说你觉得你不会选择这类型的人哦，但是你可能偶然不小心遇到之后，却发现跟他相处还蛮快乐的，然后你们就会去想，这张牌就有一点，我先好，我不知道怎么选择的时候，我先潜到水底，让我想一想，让我看看究竟呢，我自己在感情中一直会陷入的那个回圈是什么？我究竟在感情中好像一直很需要被满足的地方是什么哦？我觉得这有一点，你们去对于自己内心的这个灵魂的一个一问一答吧，然后真的去了解自己为什么当初会选择这个人跟他在一起是什么地方被吸引了？很多时候在谈恋爱的时候，跟他相爱的时候，你们会在感情跟他连接的时候，从对方的眼中看见某一部分的自己。也许你从对方的眼中看见你的美好，因此你更加的想要去跟他连接，因为其实你是想要从他的眼睛中去映射你有多么美好的姿态。所以每一个人呢，进入爱情的这种动机，或者是说他的这个需求的状态是不同的。有的人比较实际，我进入到这个爱情中，我是需要这个人可以跟我共同打拼的，我是需要1+1大于2的，所以这个人绝对是不能拖累我的，他是要有实力的。所以每一个人所要的感情状态真的不一样。这张牌呢，我看见你们会更加的清楚，在感情里你自己真实的样貌是什么，你自己究竟喜欢别人怎么对待你，讨厌别人怎么对待你，什么样子的特质是你完全不能接受的，什么样子的特质是你非常喜欢，只要对方一有那个特质，你就会哇马上打勾勾，马上很心动的。那这些东西啊，都不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好像3言2语可以说清楚的，也不是说你就去看看什么视频啊，或者是说去翻翻什么书就能去了解的道理。它真的是需要你自己一遍一遍跟自己的对话，或者说一遍一遍你实际的去体验、去尝试、去跟人交往、跟人连接之后，才能够去看清楚
才能够去看明白的。所以我觉得你们真的是要更加的去问自己，要保持这一双清澈透明的眼睛哦。我觉得有些人你们可能就是在于这个感情关系啊，在性关系上，也许之前呢遇到那些对象，你都觉得好像你并没有特别喜欢这件事，当然也没有特别讨厌。但是呢，某一天你遇到一个人的时候，他真的是会让你好像全身的细胞都活过来一样，然后你就是非常的想要跟他进行深度的交流，你想要跟他进行这种人与人的碰撞跟连接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过去你跟你之前交往的对象，你们的这种关系，你们的亲密关系的那个程度，跟你遇到的现在这个让你血脉喷张的这个状态是不能够比拟的。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你们需要去走，然后去看，去反思，去了解。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是单身的话，其实你们可以就是去看看，不要设限，然后多去接触一下不同的机缘，不同的缘分。也不用很担心说你们是不是应该要在某一个年龄快速的走入婚姻哦。其实没有适合结婚的年龄，只有适合结婚的人哦。有的时候很快速的走进婚姻，最后你可能会想要很快速的逃离，就是我觉得大家不要像是好像那种音乐的旋转椅，在音乐停下来之后呢，你就要马上找一个椅子坐下来，然后当你给自己某一些限制，或是说一些必须要在这个年龄要完成的事情，你其实就会很着急的想要在那个时间段去抓你身边的人，然后跟他进入婚姻。那你也不知道你抓的这个对象他究竟是怎么样。那毕竟呢，感情是要走的长长久久，所以真的这个对象很重要。大家去对于自己的这个反思，甚至有的时候把自己好像隔绝到水面下，像这只小猫咪一样，然后再去用这个清澈透明的眼睛去看待你身边的人事物，或者是去听一听别人的情感经验。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然后呢，有了前面这一张好像深度这种灵魂拷问，深度的跟自己对话的牌之后，真的就是出现了一个这个幸福的家庭哦。好，我觉得这张牌有点像是你们一直在寻找的这种家庭的样貌吧。它真的是一个你灵魂可以休息的避风港。那刚刚有说过，这个战车牌它其实也有巨蟹座的能量，巨蟹座也是一个非常就是恋家，非常愿意为了家人奉献跟付出的这个能量哦。然后再结合这张这个家庭家人团聚在一起很和谐的一张牌我觉得宇宙其实要告诉你你们去启动的那个未来取决于你的那个心念。当你的心念、你的愿力是够大的，其实我看见你们未来在感情上的那个蓝图是非常好的。如果你对于你自己的感情，或者是说你对于你自己的生活是有理想的，你是有追寻的，你们就勇敢的去追随它。当然你选择的道路它不可能都是这种平铺直述的让你走下去，它可能都会有一些阻碍，或者是说选择不同的道路都会面临一些打击，或者是说风险，但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你们生来就是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并不是遇到问题就坐在路上就是嚎啕大哭，你们是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你们的这个内在智慧真的是可以把事情看得很通透我觉得你们要相信自己的实力，你们可以让你的生活过得精彩，你可以让你的生活去过成你所愿，就是你心中你的本心所想要的那个样子我觉得你真的要有热情，要有信心去追随。我觉得在感情上选择的对象也是这个人是你喜欢的人，你才会愿意在这段感情中去付出。那相同的，他也要给你
他也要给你爱，他也要看得懂你的付出，你们的情感的连接才能够建立起来，你们才能够去创造这个共融以及更美好的一个未来。你跟对方的心必须要真心相对，我相信你们有智慧去选择一个与你真心相对的人。好，所以我觉得在感情中啊，请你们不要去放弃，单身的朋友，请你们不要去放弃一些新的可能性，或者说你陷入在一个这种感情焦灼徘徊的状态，我觉得你们还是可以去许愿的，你们还是可以去追求你的幸福的。它并不是说一定要马上切断你的连接，而是说，我觉得在现有的一个状况下，你可以去许愿，你可以从自己的方面做起，从自己这一方面做一些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哦。感情是一个系统，当一个人的能量改变之后，他一定会在这个系统中影响到其他的人的，所以大家要对自己有信心，你要去追寻你心中真心所想要、真心所愿的那个人事物。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那希望今天的解牌对大家有帮助哦。那希望如果你们觉得今天的影片有对应到你们的状况的话，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领取好运，把我们第二组的好运能量都接好接满。好，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生命中会有什么样子的好消息即将来临。好，首先呢，我们来帮第三组的朋友抽一下能量的牌卡，来对应一下第三组朋友你们现在的一个能量讯息哦。好，观察者，Deep Knowing。Co-create， 好，我们出现了这3张牌哦。我们第一张牌啊是观察者，这只狐狸呀，它正在拿着望远镜望向远方的这个月亮哦。这张牌是说呢，我觉得这组的朋友啊，你们很像是会默默观察别人，或是说你们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哦，你们都会先去看一看这个环境的规则是什么，以及每一个人是怎么样的互动，然后你们也蛮依赖，或是说蛮相信自己观察得来的感受、得来的讯息哦。你们会把你们过去的学习经历变成一个资料库，然后呢，在碰到类似的经验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从你的资料库挖掘取出一些讯息来看一下，现在应该要怎么应对。然后这张牌啊，其实给我的感觉是你们是非常有智慧的一群哦，因为你们总是可以用一个比较中立的眼光来看待这个环境哦，甚至是当这一只狐狸啊，它知道它要看月亮的时候，它知道它要用望远镜，而不是直接用肉眼去看，所以我觉得你们本身呢是很清楚应该要怎么样去给一个人下一个比较正确跟中立的一个评价哦。我觉得你们其实会想要去把很多事情都去理清，把很多事情都去好像透彻的分析清楚，而你们也真的有这样子的能力哦。很多时候这一组的朋友，有的人啊跟你别人跟你阐述了一件事情之后啊，你可能会觉得对方好像某一些细节是怪怪的，然后你就会去反思，然后找出他话语的漏洞，或者是说别人跟你说了一个方法，听起来是很可行的，可是你们还是会自己实际的再去测试，再去思考一下，真的是不是可以去行动。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有的时候会需要一些时间给你去思考，给你去做准备，然后你们才能够去反应，你们才能够去下行动。那如果今天这个人啊，你还不知道他的话是否正确，或者是说呢，他这个人的特性是怎么样，我觉得你们可能会先往后退一步来了解情况，多观察，然后你们才会愿意去敞开你们的心哦。我看到的是，其实你们对于人啊，对于周遭的这种事物啊，是
非常的有热忱的，也非常的好奇，或者是说你们会想要去观察这个世界。而且我觉得这一组牌的朋友啊，你们常常会发现，你们怎么会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可能你们平常都就是很喜欢看书，或者说就是很喜欢去看一些有的没的资讯哦，然后累积起来存在脑袋里，你就会发现你好像就是懂很多别人不懂的事情哦。然后这张牌也告诉我觉得你们其实能够去连接你们的目标跟你们的这个就是手段，你们可以去想办法达成你们想要的那个目标哦。那我觉得这一组牌的朋友啊，这个观察者其实是有点像是你们透过你们的眼睛来看待这个世界。那有的时候啊，当你们就是这张牌有一个小提醒，当你们太过于沉迷或者说太过于执着某一个观点的时候，好像也会忘记，好像也会去没有看到其实你周遭有非常多美好的事情在你的生命中呈现。当你们太相信太执着，或者是说太被某一个人某一个选择去吸引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们会忙着望向远方而看不见你自己哦。所以如果这一组牌的朋友，你们如果觉得现在好像被现实中卡住了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宇宙有告诉你们说，你们可以把这个望远镜拿下来，放下来，好好的休息一下，不要再往外看了。相反的，你们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多关注自己一点。我觉得你们要多跟自己内在去对话。有的时候你们观察这个世界，给别人很多的注意力，但是却忘了多多的爱自己。所以这一组的牌有这样子的能量讯息哦。然后第二张牌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牌耶。第三组你们怎么那么的就是好像有一个老灵魂的感觉哦。好，他这张牌讲的是深深的明白。我觉得你们就是好有直觉力的一群哦。你们可能有些人真的是能够去跟好像宇宙，或是去跟那种你的高我做直接的沟通哦。有的人是有这样子的能力的，而且我觉得有的人可能就是你跟动物啊，或是跟大自然在一起的时候是非常有感应的。那我觉得你们本身呢，好像很容易去打开你的五官，就是不是这种感官知觉，不是用逻辑思维可以去判断的，可是你们得到的讯息所下的那个判断却会比用逻辑思维所下的判断还要准。就是有的时候你们常常会先倾听你的直觉，再采取相应的行动，这个结果却非常的不错。我觉得你们还蛮容易去做一些梦境，可能是预知梦，或者是说你们在睡觉的时候啊，会听到或是看到一些意象，或者是会看到一些数字都有可能。我觉得你们这一组的朋友可能蛮多人是属于这种比较敏感的，对周遭的声音、气味啊，或者是那个环境的温度啊、冷热，你们都是能够去很细微的察觉变化的。然后我觉得你们很多时候啊，其实都会在别人的生命中扮演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角色。可能跟你交汇过的人，交往过的人，因为你跟他的相遇相知，其实你就大大的改变了对方的生命哦。我觉得当你进入到别人的生活中，其实你就在他的人生中，你就在他的这个人生旅途中发挥了某一些重要的作用哦。特别是我觉得对于你们关心的人，对于你们爱的人哦，你们常常会用你的直觉，或者说会用你的疗愈的能力去帮助对方。而且我觉得你们本身会有一个
不是从课本啊，不是从知识，也不是从别人那里可以去传承而来的这种智慧哦，这种智慧已经超过了思考的层次，我觉得就是一种直觉的这种能量哦，它可以帮助你去下很多的判断。那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有的时候会接收来自于外在的很多讯息，那当讯息太超过的话，我觉得你们的思绪也会非常的混乱，就是你们有时候会吸收到很多不属于你的能量。那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如果你们现在是一个比较精神疲惫的状态的话呢，我觉得其实宇宙告诉你们，有的时候啊，必须要设下一个界限哦，不要让任何人都可以轻易的进入到你的领地。你们需要自我爱护跟自我保护，特别是在你们精疲力尽的时候啊，你必须要去休息。就像这个月亮，它是在睡着沉睡的脸，就是很舒服的、很放松的。所以你们越要保持放松，然后又要让自己处于一个心情比较和平的状态，不要太累，这样子你的这个直觉力才能够更好的被发挥出来。然后我真的看见你们在人生目前为止去影响了很多人，他可能是你的同学、同事，更多的是我觉得如果你们是在感情上曾经有连结、曾经有暧昧、曾经交往，或者说现在在关系中有这个对象，我觉得你真的是在别人生命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力哦。好，我们第3张牌呢是共同创造，这张牌非常的有趣，它是一只豹，好，在地上奔跑的豹，还有猫头鹰在天上飞舞的猫头鹰，可是他们今天处在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位置哦。猫头鹰本来应该是飞到豹的头上，可是现在猫头鹰它是站在一个比较低的这个地方，它站在这个电线这个绳索上，而这一只豹呢，它站在比较高的一个地方哦。我觉得这张牌哦，它讲的讯息也是我觉得你们是可以去跟你的高我，可以去跟你的指导灵共同创造出某一个实相哦。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绝对是非常有创造力的人，加上你们又蛮会去观察这个世界的。我觉得其实你们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在透过你的思想、你的感觉、你的输出来建立你的现实哦，而且你建立的现实真的会去影响到其他人的。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单凭你们自己要好像去造一个美好的新世界是有点困难的，所以我觉得这边共同创造的是，请你们要相信你们的高我、你们的指导灵、你们的守护天使，请他们来跟你们一起合作，他们想要跟你共同创造一个理想的一个世界哦，他想要跟你共同去好像挥洒在这个空白的画布上去挥洒一些美丽的图案哦。而且今天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去抽到这3张牌的结合，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跟这种指导灵跟天使有这么细致、这么密切的一个合作。我觉得这组牌的朋友，你们是有的。你们特别是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在艺术啊、美术啊，还有这种创造啊、音乐啊，各种这种表达，可以表达自己啊，有关于灵感、有关于创造力的活动上，你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天赋的，而且你们的脑中可能常常会浮现各式各样的点子，这些点子啊是你自己产生的，有些是你的天使指导灵给你的那个讯息，而我觉得你们脑中就是灵光一闪的这种好像浮现的一些灵感哦，将会给你带来巨大的成功。这张牌是这样子告诉我的，而且很多朋友你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创造力很高的状态，无论你现在将自己投入到什么样子的一个活动中，比如说你的事业、你的友情、你的爱情，你们都会去实现
你投入的那件事情的一个美好成果，你们都会获得丰收哦。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创造出来一个真实的现实，你们可以去期待你们所想要的那个心想事成，而且你们的潜力是无穷的，特别是共同创造，这件事很重要，请你们不要孤军奋战，请你们不要单打独斗，因为有的时候你们真的会太努力了想要靠自己来创造出自己想要的一切。那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真的你后面需要有人来支持你，有人来帮助你，你的心比较不会这么空。所以我觉得你们要相信背后保护你的天使，你的守护天使。当你觉得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真的就是静下心来，运用你的直觉，然后去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以及第一个浮现在你心中的念头是什么。我觉得其实一旦你摆脱了外在的那些束缚，外在的那些限制，所谓解决的方法跟灵感，其实就会在你的脑海中自然的流动出来。这是这一组牌你们的能量，我觉得你们真的是非常有直觉力、非常敏感的一群，然后守护天使啊、圣灵啊，是在保护着你们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帮大家抽出雷诺曼来看一下你们的好消息，宇宙有什么样子的讯息要给我们第3组的朋友，一起来看一下。好，我们第一张牌是这个矛第2张牌是这个男人绅士，第3张牌是我们的第14号牌狐狸。好，我们第一张牌看到的是这个船锚这个船锚它代表的是一个有重量的，可以去依靠的，然后一种永久性的能量不容易被替换的能量这张牌说的是什么呢？我觉得你们在别人的心中是一个很可靠的人，并不是像这种便利贴男孩、便利贴女孩用过即丢。我觉得你们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有点像是你的存在是其他人心中的光芒，你们的言语、你们的话语、你们的行动其实给非常多人鼓励那我觉得因为你们的这个特性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看到的是，我觉得你们会收到来自别人的感谢，或者是说别人的赞美。那他可能是一个讯息给你，或者是说实体上他就跟你道谢，去表达对你的感激，对你的用心付出，或者是说呢，你对他们曾经造成的这个重大影响可能只是一个你微小的举动，你的一个贴心，你的一个善意，或者是说你的一个在工作上的用心等等，都让对方在心里留下了很大的感动跟感受。就像这个锚一样，它真的就是沉到心里，沉到这个海底，不会被移动，而且不会被忘记的。我觉得你们过去其实一直都在做这种船锚的动作，就是你们真的一直在默默的付出跟默默的鼓励。这个船锚是固定船很重要的这个工具嘛，但是它不是容易被看到的，因为它是在海底下的，它是不是这么容易被人家察觉的。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真的是默默的做了很多事情，可能在工作上你们处理事情是很周到的，或者是说对人一直都保有一份贴心的心。那我觉得你们这样子的行动真的宇宙是看见的，而且宇宙也告诉你，确实你的行为是打动到人的。我觉得接下来你们所做的一切其实是会得到实质的回馈。那一些曾经跟你相遇过的人，那些曾经被你影响过的人，我觉得他们会回过头来跟你道谢，或者是说呢，当时他不明白你在他心中的那个重要的意义跟重要的特质，然后等到事过境迁之后我觉得他有一种对方对你难以忘怀，不知不觉中你就已经在他的心里好像
好像放了一个船锚一样。那我觉得会有人跟你去道谢，或者是说道爱，也有可能就是他告诉你他对你有这种一个感情上的一个情愫在。那有的朋友我觉得是工作上你帮了别人很大的忙，给他带来很多的方便，或者是说因为你他改变了他的人生，改变了他跟他的家人的一些生活样貌等等的，类似这样子。我觉得你会收到一些回馈，不管是来自于客户，来自于朋友也好，或者是说在网络上的一个陌生人。那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可能会来自于一个过往跟你有情感连接的对象，他会跟你说一些话，告诉你你是曾经多么的好像影响了他，但是他当时不明白，可是不知不觉我看到就是你在别人的心目中重要性真的是越来越提升哦，然后你们会获得别人很多的一个赞美，以及很多的一个欣赏。那如果这份赞美跟欣赏是在工作上的话，我觉得你们也会带来实质上的一个金钱的回报。那如果这个是在爱情上，我觉得在感情上，我觉得对方真的会透过实际的行动跟实际的付出，去让你明白你对他的一个重要性。好，第2张牌是一个男人，一个绅士哦。这张牌代表的是一个比较保护的能量，一个比较有权威性，一个比较有侵略性的能量哦，或者是说呢，一个在你生命中有重要影响力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哦。我觉得接下来你们会出现一个贵人哦，这个贵人他是男性，然后这个男性啊，他真的是传统的这种比较阳刚特质的男性，然后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会照顾人、会保护人，但是某一方面而言呐，他也是属于做事可能比较有干劲，然后是会想要带领你往前进，然后稍稍有侵略性的一个人哦。他也是你即将遇见的一个人，他可能成为你的贵人，或者是说感情上连结的一个伙伴。我觉得这个人会为你的生活去打开一些视野，比如说有些朋友，如果你现在正在困顿，或者说在某一个卡关上，我觉得对方会带领你开疆辟土，会带领你看见一个新的世界。如果你现在受到欺压，或者是说你在团体中遭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我觉得这个人会为你伸张正义。他可能是一个具有法律知识的人，或者是说他是一个领导者，或者是说他是一个本身逻辑思辨能力很强的人，他会为你挺身而出。我看见的是这个人他会保护你，而且是用比较逻辑跟理性的方式来去制裁欺负你的人，或是伤害你的人。那如果说行不通的话，我觉得他会采取比较攻略性的手段来压抑住那些小人，都有可能的。我觉得他是一个主持公道的人。那如果呢，在感情上，我觉得出现的可能是一个会保护你的这种比较阳性的能量。因为听牌者有一些朋友可能是男生哦，那并不是说你们就有一些朋友是就是同性恋的朋友，可能就是男，所以这个也有可能是指你们的这种男性的一个伴侣。但如果你是这种异性恋的男生来听这一组牌的话，我会觉得这个能量哦，很像是一个这种比较权威的人士哦。那如果用在感情中，我会觉得你们遇到的这个对象，他本身哦，内在它是一个比较阳性的，然后是一个主动力比较高的人，而且对你是蛮热情的。也就是说，我觉得一样啊，就是他就是一个会你遇到困难他是为你挺身而出的人，不管他是男生或者是女生。当然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几率，抽到这组牌的朋友，你们遇到男性贵人的几率是比较高的。那连接到情感对象，他这个人真的是蛮在乎你的利益的，他会去保护你，他会去替你着想。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
宇宙已经跟你说了嘛，你们不要去孤军奋战，真的，你们太累的时候要休息一下。前面这些牌有说，但我知道有些朋友你们会觉得啊，我休息的时候会不会就被别人追上了，或是说我还没有达成我某一个目标，我还没有找到我理想的工作，还没有通过某一个考试。或者说我还没有赚到足够的金钱，我其实是不敢休息的。可是我觉得真的会有一个人出现，他会跟你一起去奋斗，或者是去协助你达成你的梦想。至少他创造了一番天地，一个空间，让你们可以稍微的去喘息一下。好，那接下来第14号牌呢，我们抽到的是狐狸哦。狐狸是一个观察力很强、动作很灵敏、行动非常小心的一个动物。我们又出现了就是相同的能量，跟第一张牌哈，也是一只狐狸哦。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现在是不是处于一个比较小心翼翼的一个状态呢？就是在选择工作上、选择感情上，你们都会三思而后行，可能是从过去错误的经验中，或者说过去的感情经验中学习，告诉你们自己说要谨慎。我觉得出现这张牌非常好，因为我觉得你们的谨慎、你们的小心、你们的自我照顾，或者是说自我思辨这些能力、思考能力，会使你去辨别出一些危机，辨别出一些谎言，或者是说一些伪装、一些隐瞒的事情，它是可以去帮助你看见真相。而且呢，这个看见真相，这个真相它有一种就是其他人都看得模模糊糊，但是你们却看得非常清楚。特别是有一些陷阱，你们不会掉进去，可能很多人走在路上不小心就掉到一个大窟窿，可是你们可以轻巧的绕过去。我看见就是接下来你们的这个形式是小心的，而且你们是可以去避开危险的。然后在感情上也是如果你们遇到一些不诚实的人、花言巧语的人，或者是一个这种很会包装的人，就是外表很好，但是内在一塌糊涂的人，我觉得你们是可以把人家去看穿、看破的，但是要不要去撕下他的面具，就看你们自己咯，因为你们确实是有这样子的能力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帮大家出塔罗牌的部分，一起来看一下还有什么样子的好运要给我们第3组呢？我们请宇宙告诉我们好吗？好，正义牌，哇，火龙源 Elder of Wands， 哇，圣杯10，太好了！我们又是一张这个权杖有2张火的牌耶。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张牌首先呢，我觉得第3组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在接下来，我觉得你们会获得一个，因为这边出现一个正义牌，我觉得你们有一种终于好像这种。如果你们过去有误会的话，我觉得它有一种洗刷冤屈的感觉。好，如果过去你们曾经在感情中，或者说在工作上被人家针锋相对，或者是说明明不是你做的事情，却责怪到你身上的话，我觉得这种有一种真相大白的感觉。或者是说在感情上你好像被你的另外一半误解了，或者是说你明明就是好心，怎么被雷侵，就是对方不理解你的好心，也不理解你的付出。可是我觉得正义牌在这边真的是很好的能量，它告诉我的是，我觉得其实你们接下来的这个日子你们过去所付出的东西，你会得到很确切的一个回报，就是你付出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而且这个付出并不是说你们现在要努力去为某一个人付出，而是我觉得是从过去你曾经付出过的东西，它都会以不同的形式回报到你的身上。而且我觉得正义牌它有一种让我感觉是互利互惠的关系就是你们并不是，其实这边的讯息一直要强调说，你们并不是孤单一人的，你们并不是孤军奋战的。我觉得会有人去跟你一起走在这个梦想的旅途上，会有人一起跟你去走在人生的旅途上。而且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人呢？是因为
你们本身并不是一个不愿意付出的人，相反的，你们是会愿意付出的，你们是愿意投入真情的，而且我觉得你们也是一个，你们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伴侣，很好的这种人生伴侣，很好的事业伴侣，很好的同事，很好的朋友，所以我觉得正义牌的能量它会吸引到同等的同频的人，所以你们会吸引到跟你们一样热爱生活，或者是说一样是用心对待另外一半的人呢。我觉得这张牌的意思是，其实你们付出什么就会得到什么，有一种很公平的感觉。你不要觉得说我现在投入的努力好像都看不见，其实真的宇宙最后会回报在你身上的。就算是工作也好，我觉得你们现在的付出啊，并不是说你觉得你现在的付出没有得到一个实质的赞赏、实质的奖杯，然后就会觉得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其实我觉得有一天你现在所学习的、所累积的知识它是可以让你去赚到钱，它是可以让你去发挥你的影响力、发挥你的作用力。这个就是正义牌在告诉我们的讯息。然后接下来我们出现了2张火象的牌我觉得这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能量。我先讲一下这2张牌，这张牌有一点被挡住了，好，我们放到这边好了。这2张牌啊，好，一个是这个权杖的探索者，然后一个已经是像权杖国王这样子的角色。这2张牌在说什么呢？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我看到你们有一个启发跟被启发的讯息有一些朋友，你们可能想要做某一件事情，但是找不到方法，找不到诀窍，不知道怎么成功。比如说，你可能想要在国外开始新的生活，或是说在国外求职、念书，或是你要准备什么考试，或是说你在感情上一直都在碰壁，一直都不知道要怎么选到一个对的伴侣，然后你们就是有一种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的那个情况。我觉得你可能会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别人成功的例子，而这个成功啊，它是一个从最不可能的那个阶段，然后达成了一个理想中的成功的目标。有可能他是本来是一个小资主，就是可能薪水不高，但是他靠着自己的力量存钱买到房子，或者是说呢他的这个客观条件不是很好，但是呢他成功了结婚，然后这个对象对他很好，然后也进入到一个很好的家庭，很稳定的一个家庭状况。那我觉得你们可能会透过这样子的例子被启发。有可能是一个人，他的学经历不是很好，但是他就是很想要去拿一个很好的工作，很想要去争取一个很好的 offer， 最后他转职成功了，甚至拿到一个在国外非常高薪的薪水就是这类的例子，我觉得他会去启发你，他会去帮助你，他会使你实质的从别人的经验中去学习，得到帮助。那他有可能是一个网络上分享的例子，或者是说一些演讲，或者是说在你身边真实的朋友，这些咸鱼翻身的案例，或者是说一些翻红的案例，这些故事，或者说这些人的经历其实就是会让你好像觉得你的梦想并不是在这么遥不可及。我觉得你们会透过他们的分享的讯息，得到很多这种具体的细节，应该如何做，应该如何执行。特别是如果你们已经在着手准备、着手计划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讯息真的就是帮助你很大，有一点打通任督二脉的感觉。你可以去好像过去也许你可能都是拼拼凑凑来自己在想说应该要怎么做，那我觉得你可能就得到了一个关键的拼图，把它组织起来，接下来的计划执行起来会容易的很多。有可能是你想要去赚钱，开启某一个事业的关键，或者是说你在跟伴侣沟通的时候有一些不顺的地方，就是因为受到什么样子的启发，你可以去好好的运作你理想的那个运作的模式。那另外啊，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
很重要的是，你们也有成为启发别人的人的那个能量哦。这张牌就跟我刚刚说的这个船锚很像，其实你们就是在人家的心中像船锚一样，可以安定人心，让人家觉得是可以去依靠的。而这张牌也跟正义牌的这个能量一样，今天呢，你们付出了什么，你们就会得到什么。其实你们今天也是启发了别人，所以你也可以从别人的这个身上，可能不是同一个人，但是你可以从其他的地方得到一个你需要的很重要的一个资讯哦。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可能就是你会去写出一些你过往的经历，比如说你怎么考试，怎么找工作，或是说，你过往的一个感情经历是如何，你去跟大家分享，可能是发表文章、上台演讲，或者是小型的聚会，也有可能就是在朋友之间的闲聊等等的，分享你当初是怎么从一个比较迷茫的状态，或是一个这种孜孜酷酷啊，这种莘莘学子很努力的一个状态，然后走到现在这样子比较成功的一条路哦。我觉得你们在某一方面呢，会成为那个领头羊，你好像就是那个范本，告诉大家你是怎么做的，你们是怎么化不可能为可能的，或是说你是怎么达成某一个销售业绩等等的，就是非常激励人心的一个能量。而这个也是你们回馈宇宙、回馈社会的一个方式哦。我觉得宇宙非常欣赏你，因为你们不藏私，因为你们愿意去分享，而且重点是你们在分享的时候并没有想说就是你们真的是一个很真诚的心在分享这些知识，你们并没有想说我今天分享了会不会别人知道了这个秘密之后就会强过我还是怎么样。我觉得这组牌中是没有这样子的能量，你们是很真心的希望去分享你的经验，也非常希望你的经验是可以去帮助到其他人。同时你在分享的你在分享的同时，你本身也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荣誉感，或者是说荣耀感。然后我觉得其实宇宙非常欣赏你这样子的特质，欣赏你们这样子一路以来的突破，一路以来的好像死而复生，死而复生，就是这样子努力的走到现在这个程度，然后你愿意去分享你走过的冤枉路，以及你如何达成。有些朋友你们可能是这种职业妈妈，然后你们要兼顾工作跟兼顾家庭，你们可能就是分享如何夹缝中求生存这样子的资讯，其实对别人也有非常大的激励跟非常大的帮助。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有看见吗？非常多的火花，非常多的火光，其实你们是在发光的。很多朋友，你们现在真的已经在你们不知道的地方在发挥了你的影响力。很多时候你们可能有参与一些团体啊，不管是兴趣的团体、宗教的团体，或是说这些聚会，或者说你固定的在网络上有一个这种讨论群啊，一个群组啊，或者是说你固定有经营的自媒体，发文章、发图片等等的。我觉得你们会获得一群支持你的人，你的一群粉丝哦，他们其实非常期待看到你贴的图、发的文，或是说的一个讯息哦。你对他们而言，很像是安定人心的力量。就是我觉得有人，如果你有在经营部落格或自媒体，或者是说就是有在群组发言，我觉得有人可能就是会默默的去搜你的文，然后看你的文章、看你的图片等等的，然后想要去了解你这个人，或者是说透过你的只字片语去得到很大的力量，或者是说透过你们的这个笑容啊，或是透过你们的谈话等等，就是我觉得这一组朋友，你们真的呀，是别人心中的一道光芒。甚至有些人他可能是陌生人，他可能根本就没有跟你讲过话，他可能就是在网络上默默的潜水，也没有跟你互动，可是他真的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存在，让他在低潮的生命中好像被点燃一束光芒。你知道你们就是这样子的在影响社会，影响这个宇宙，所以其实宇宙也会同等的给你一个回馈，你们生命中也会出现一个在关键时刻，刚刚说过你们可能会有贵人，然后在关键时刻提供你需要关键资讯的那个能量的人哦，你们可以去获得那个，你去启发别人的同时，你去激励别人的同时，你们也有被激励、被启发的能量。然后重点是这边还有贵人，有的人的贵人还是跟你的
伴侣是同一个人结合在一起的，我觉得很棒哦。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真的就是一路以来都没有白走的路，你们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是一个经验哦。就算是你偶尔走了一些路，弯弯绕绕，但是那个弯过去走错路，看到的那个风景其实也真的是美丽的。你们一直以来都在不断的增强自己的能力，让你有能力去完成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这边出现了圣杯10，哇，彩虹，10个杯子倒出不同的颜色，然后出现了彩虹。我觉得其实你们真的就是你们生命的设计师，你可以在上面去挥洒出你想要的色彩。而且我觉得这一路以来啊，你们真的是不断的去探索，不断的去好像经过一些迷茫，然后跟自己奋战，才走到现在这个圣杯10的状态哦。就是你们必须要去开始，然后经验一个过程，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在这个路途中，可能也去流泪，然后再从那个流泪中，去站起来，并且我觉得你们所流的每一滴泪，对，最后都会成为一个温柔的、坚强的力量，会让你们的灵魂就好像幻化出五彩缤纷的光芒一样。我觉得你们会去用你们这种温柔坚定的力量去打造你真正热爱的那个生活，而且你们会把你们一路走来的这些故事啊，很真诚的分享给别人。所以我觉得宇宙就是要给你们祝福，给你们圣杯10的祝福，感谢你们这样子的存在，给这个世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哦。你们的怎么说呢？你们的这个努力吧，不管跨越什么难关，你们都是会努力跨过去，而且你们真的走到了这里，最后也一定要拿到一个大礼包，宇宙一定要给你们一个很好的礼物。圣杯10，圣杯10有一种各方面的幸福，各方面的成功，并且是从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天啊，都可以感受到爱，感受到希望。我看到的是你们至今为止的努力啊，真的都已经开花结果，已经即将要成型了。你们可以获得一个幸福而且充满爱的时光哦。它是跟这种刚刚说过，你们有出现狐狸牌，它就是跟那种麻烦啊、坏事啊，或者是说小人啊无关的能量哦。因为你们提早的这个狐狸牌，这个就已经帮你们辨识出来，就是你们已经有这个观察者的能量，加上狐狸啊，其实你们会避过很多的麻烦啊，避过很多的这种倒霉事，你们会跳过去。然后呢，你们可以享受圣杯10，圣杯10可以让你的身心灵都得到舒畅，真的都可以得到休息，而且身边会围绕着你所爱的人。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担心，你们必须怎么说？你们必须真心相信，并且勇于接受宇宙给你的这份幸福哦。因为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有的时候会比较压抑自己，比如说你们可能在心态上会觉得你自己必须要完成什么事情才可以让自己放松，才可以让自己开心哦。比如说你觉得啊，我必须要先找到工作啊，我才可以我才可以放松下来，或是说我要达到某一个目标之后，我才让我自己休息。或者是你们就是好像都会给自己设很多的目标，然后一只一只逼迫自己，有的时候太不能放松了。然后我觉得宇宙要告诉你，其实生活的每一天都是可以愉快的，你们可以试着跟你们的目标共存，不是说你当手头上没有完成，你当手头上没有完成的事的时候，你们就不能够开心，就不能够幸福啊。其实这两者是可以共存的，你们可以同时的幸福，也同时的往前走。这个是宇宙要告诉我的一件事情，然后也透过塔罗牌来传达给你们。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帮大家看一下其他的牌卡，看一下还有什么样子的好消息来临呢？第3组的朋友们，我们期待的好消息是什么呢？命运之轮。好，我们的这个主教皇牌哦。好，看一下这几张牌哦。
命运之轮出现在这边呢，我觉得其实宇宙有想要告诉大家哦，怎么说呢？命运之轮这张牌，它代表的是，其实人生就是不断的变动，唯一不变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在改变。有的时候，这一组牌的朋友，你们可能会去想一些过往的事情哦，就是想说，当时怎么样？造成了现在的我，然后我觉得这张牌有在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时间线它是不断的往前走的。当然，过去的你的决定确实造就了现在的你，但是你们并不需要去后悔，或者是说责怪某一个时期的自己哦，因为其实这里有一个讯息是说，有的时候。你们的后悔其实也是某一种程度的高估，就是太过高估自己的能力，以及把自己放到一个太高的位置，觉得自己是这种上帝视角，什么都知道，然后现在这个结果啊，是因为自己当时的某一个选择造成的。其实这一张牌命运之轮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哦，就是其实大家虽然你们这一组真的是很努力的把事情看得很透彻，这边有一只观察者，你们也真的是可以跟高我跟指导灵做一个很密切的联系跟沟通。可是有的时候你们在当时在过去所做的决定，是因为当时的那个时空背景，你当时的能力跟环境那个知识下，那个情境下，你已经所能够去为自己下的最好的行动跟最好的判断了。你们其实没有办法回到过去再下一个比当时更好的一个判断。这张牌要告诉你们的是，不管过去你做了什么，你在那个时间点，在那个时刻，你们真的都尽力了。所以大家有一点就是你们要放下过去啦，然后不断的在往前走，因为它真的就是命运之轮有一个一圈又一圈的感觉，特别是中间有不断的螺旋。我觉得有一些朋友，你们好像思绪会有一些鬼打墙，就是很像在一个迷宫中不断的绕啊绕啊，陷入到一个情绪黑洞，好像因为过去的某一件事情感到自责，因为某一件事情感到懊悔，然后你们又有一种没来由的，可能对于未来的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感到很恐慌，感到很担忧，以至于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去享受你的人生，享受到可能已经离你很近的圣杯十。所以这里是一个心态，一个状态，也就希望你们可以从这样子不断的螺旋，不断的这种鬼打墙的思绪中去跳脱出来，跳离出来。而我们下一张连接到的就是这个主教的牌。我觉得你们的好运就是你们可以找到真正可以信赖的人，你们可以去真正找到精神上可以去依赖、可以去托付的对象。这个对象有可能是具体的一个人，或者是他是某一个宗教，或者是它是你自己，你的一个内在都有可能。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心灵上、精神上的一个安定，因为找到了出路，因为找到了出口，不再像一个螺旋式的回圈一样。这张牌看到的是未来的一个光明，它同时存在着月亮，也同时存在着太阳，太阳跟月亮同时存在一张牌面上。也就是说，这张牌既代表旭日东升，也代表一个黑暗。所以要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心中也许你们的灵魂也许真的飘荡了很久，你一直想要找到一个真正可以回去的地方。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这张牌象征的是你精神上的一个家，你想要回到某一个地方，然后那里是一个可以让你全然放松，只有爱跟包容，没有任何的批判性的。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找到了没？有些朋友你们可能现在已经有自己的家，已经有可以跟你共度余生的人，然后你已经觉得你是被爱包围了。那我觉得这张牌可能就是已经实现了的梦想。那如果还没有的话，如果你还是单身，或者是说如果你们有这种名义上的家跟家人，但是你感受不到爱的话，其实我觉得宇宙告诉你们的是，你们其实会去找到一个你想要去用心守候，也值得你一辈子守候的那个家园哦。这个并不是说你们一定要结婚或进入婚姻哦，因为在这个时代中，其实单身也可以过得很快乐。很多时候呢，你可以找到跟你志同道合的伙伴，或者是说呢，有些朋友你会找到一个你的这个灵魂的这种信仰。好，我觉得不论如何啊，你们会让你的心得到一个安放。我看到的是一个这种坚固稳定的一个避风港，让你的精神，让你这种漂泊不定的状况可以安定下来。我觉得你们会找到一个你心之所向跟心之所托的一个地方，不管它是一个事业、一个人，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信仰也好，我觉得你就是生活中有事要忙，有热情要做，就是有理想要去实现的时候，你们就不会在这个回圈中一直打转，一直执着在某一个点卡住不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你们真的会找到一个你过去一直寻寻觅觅的那个家，那个精神上的依靠。当你受伤了，当你累了，你是可以去有地方可以去休息的，你可以去找到心中的那个安全感，你是可以找到一个人他去读懂你的灵魂的，你是可以去找到这种一个好像是灵魂上的伙伴，他是不会伤害你，他是会去听你讲话，他是不会去背叛你的。我觉得这张牌有这样子的能量，不管你们今天遇到的是一个实质的人，或者是花草树木，或者是一个宠物等等的，我觉得你们都会让你的身心灵找到一个回家的方向。而且我觉得当你们走着走着，或是说在这个命运之轮中滚啊滚的，不断的背着时间的潮流往前推动的时候，我看到的是，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真的有一种大彻大悟的感觉，就是你们有一种明白说，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别人看不见的一些难处跟烦恼。当你们自己在这个黑洞中不断的轮回的时候，可能会想说，为什么别人都过得那么好，为什么别人都那么幸福，别人都那么顺利，只有我过得这么惨，或者说怎么我都一直找不到成功的方法。可是我觉得当你们到了这个教皇牌的时候，你们真的沉下心静下心来去想去探究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许多人你看似美好的生活背后，其实他们也在肩负着一些难以言说的伤，或者是在背负着一些他没有办法去承受的重量。我觉得这组的朋友到最后，你们真的会从这个情绪的黑洞、情绪的牢笼中脱离，你们会想清楚，会想明白很多事情，你们不会再纠结，因为你们会觉得那真的是小事，不是很重要。你们想要把你们的时间，你们想要把你们的精力真的是用在那些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人事物上。好，接下来我们换一副塔罗牌，再来帮大家看一下宇宙的其他的讯息哦。好，第三组的朋友还有什么样子的好运，通通来吧，通通告诉我们。好，又是一张权杖牌，你们有这么多权杖的力量，哇，金币石耶，哇哦，好。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金币石太好了，我觉得你们在财富上会非常的有余裕啦，或是说你们终于有一笔钱可以去学习你们所想要学习的某个课程，或是说我终于有一笔钱我可以去
出国留学、出国游学，或者是说我可以用来去钻研我某一个想要去研究的领域。而这里啊，因为这个权杖二它也有一个外出，它这只兔子抱的是一个地球，它也有一个外出远行的一个能量哦，所以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可能会去一些比较中长期的一个旅行，这个中长期是跟你之前的这个旅行天数相比，它可能是时间是比较久一点的。那这边有外出的能量，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如果你们一直想要去国外生活，或是想要去国外体验看看，我觉得非常有机会成型哦。那有一些朋友，如果你的这个计划是你想要考某一个事情，要通过某一个考试，或者是说你要拿到某一个这种学校的 offer， 或者说事业的一个 offer， 这种面试成功，我觉得你们经过一番周旋之后啊，最后会得到那个你想要抓住的那个机会。而且这张牌，这只兔子啊，趴在这个地球上想了很久，所以有可能呢，你们是在等待很久，就是你投了很多的履历，最后在最不抱希望的时候，我终于收到了回应，或者是说我在感情上寻寻觅觅了很久，有一天我偶然的就是碰到了一个对的人哦。因为这张牌有一点给我感觉是，这只兔子本来都是在他之前经过了一些努力，然后现在可能在休息的状态，他可能也不抱特别的希望，但是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时刻，我觉得希望好运就会从天而降，就像这个10个金币一样，就哗啦哗啦的洒在你们身边，然后好多的机会降临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去抓住，而且我觉得抓到了之后，你们就会越走越稳，你们可以去稳稳的想要去好像探索那个你想要探索的领域，或者是说你可以去开发某一个族群的客户，而这个金币也会源源不绝的滚到你们的身上。然后要提醒大家的是，特别是说在工作上、在事业上、在学业上，大家真的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不要因为太累，或者是说太想要在短时间达到某一个目标，然后把自己给操坏了。好，接下来再看一下，我们的隐士牌，还有圣杯3。好，这边这2张牌给我的感觉的这个能量是非常的对比的，一张牌是非常欢乐，有许多人在共同的庆祝，3只兔子拿着杯子一起在庆祝。那另外一张则是这只兔子这个长着白发的兔子老公公，他很一个孤单的这个智慧老人的一个形象哦。那我会觉得这组牌的朋友啊，你们应该蛮多人对于灵性、对于身心灵是有兴趣的，或是说你们就正在从事这个行业，或者是你们是喜欢探究人心啊，人的一些心理状态跟人际互动等等的。那我看到的是在未来啊，在这个下半年，你们的好运就是你们的身心灵，你们的这个直觉力会被打开。其实这个讯息前面已经有提示过了，你们会跟高我做非常密切的连接哦。就是说，我觉得你们在遇到一个人的时候，你可以先去感觉一下这个人给你的能量，而且你要去相信你的直觉。很多时候你们判断都是准的，而且会越来越准。然后有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可能还会大概的感应出一些事情哦，就是会觉得好像我不要往那个方向走好了，但是你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因为它并不是一个逻辑下的判断，但是这个直觉力可以帮助你趋吉避凶。或是说今天气象预报就是不会下雨，可是你就觉得我想要去带一把伞，结果真的这把伞派上了用场，对，真的你在那个地方就是下雨了，类似这样子的事情哦。我觉得你们的直觉力其实可以去帮助你完成一些事情，或是说避开一些危险哦。我觉得这一张牌啊，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要去锻炼你的这个直觉力的时候，最好是在一个人比较安静的状态，给自己一些空间。真的是，因为这组的朋友，有些朋友你们真的是在工作上太累太忙了。如果是这样子的状态，很多时候啊，你们的这个灵性、这个直觉力的敏锐度也会下降，所以
如果要跟高我跟指导灵做更好的连接，你们真的是要让自己有余裕，至少要这个吃得饱，然后睡得饱，要让这个肉体不要劳累，你的这个精神，你的这个灵魂是载附在你这个肉体上，所以我觉得要让灵魂能够更清澈透明的看见一些事情，你也要把你的这个肉身照顾好。接下来的圣杯3，我觉得这张牌这个能量太好了。我就有一些朋友我看到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你们的生命中真的是很开心，充满了很多有趣的活动、有趣的邀约，或者是一些聚会你喜欢的活动，一些市集或者是演唱会什么的，你可以去参与。然后我看到好多人共同的庆祝，也有可能是球赛等等的，也有可能是这种学习型的交流，读书会或者是说跳舞什么的，或是某一个老同学的聚会，我觉得就是很开心的能量。你参加的时候，你是可以从中去补充能量，而不是被吸取能量的。那有些朋友你们遇到的就是跟你共同开心庆祝的人是一个旧人，你的老同学或者是说旧情人，或者是说这种旧的伙伴等等的。好，那如果呢有一些朋友你们没有什么旧情人，然后也没有想要再跟他联络的话，我觉得这一组牌的能量它其实也有一种你透过某一个聚会跟一些新的朋友去认识，然后这些新的朋友是跟你志同道合的，你跟他们相处，你跟他谈话是很开心的，你是可以就是你会很想要去亲近他们，你可以在跟他们的聚会中得到非常多的能量，然后你就是有点像是去那边补充自己电力的感觉，让自己的疲惫一扫而空，然后真的是一个还有彩带的场合，我觉得是轻松的、愉快的、开心的、值得期待的这样子的活动，这样子的聚会。好，请大家拭目以待，或是说有的朋友你们现在已经开始有各种不同的邀约，各种不同的活动，各种不同的聚会了，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棒，代表说你们的好消息已经开始实现，陆续要实现了。好，那最后我们再来帮大家抽出一张猫咪的神谕卡，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最后，宇宙给我们的什么建议祝福，跟最后的一张总结的能量，一起来看一下。噔噔，哇，这张牌也是一个给我大休息的感觉，也好像瑜伽最后我们不是有一个大家都要安静，然后大休息，闭上眼睛，把灯关掉，然后躺在地板上。这张牌就是给我感觉这样子的能量。这只怎么说呢？猫的美人鱼它在这个被海藻包围，然后身边有非常多的鱼，这些鱼都是开心的，这只猫也是开心的，它手里拿着一个水晶球，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海螺螺旋状的感觉。我觉得它在这一片这个被海藻包围，然后又有水轻轻的在流动的这个世界中，它是很舒服，它是很祥和的。这个是一个没有去用力的状态，就是我觉得大家并不需要去跟命运抵抗，或者是说你必须要觉得自己怎么说，你必须要让自己很坚强，然后才可以去抵御外物。我觉得这里没有这样子的感觉，这里的感觉是非常温柔的，你们不用去拿起你们的武器来拼搏，你们也不用害怕哪里做的不好会被骂，你们真的可以很安心很享受这样子的一个时光我觉得你可以真诚的做自己，然后不用担心，不用受怕，你可以在这个宇宙给你的这番天地中好好的去放松，好好的去休息，这里是受到保护的，这里是安全的，真的前面就有出现了这个保护讯息的这个阳性的能量你们可以不用这么武装自己，你们可以不用那么累了。这张牌告诉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要让自己的身心灵好好的休息，而宇宙也确实会给你这样子的空间、时间跟这样子的机会，让你去放松一下，让你去放下某一些一直以来烦恼的事情、担忧的事情，让你去重新微笑起来，
而且身边有一些这种小鱼啊，我觉得它很像是关心你的能量哦，然后在旁边还有人帮你们点灯，在旁边保护着你们，在旁边守护着你们。重点是你们手中握着的这个水晶球，它是非常有力量的。我觉得当你明白了，当你内心有智慧了，当你看清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你跟这个世界啊，不见得是要用敌对的状态，不见得是要去一直好像要去争取，要去拿什么东西。相反的，当你们全然的放松之后，我觉得很多东西，很多好运反而会流到你身上，你不用去费力的去抓取，它们是自然而然就会被你手中的这个水晶球的能量所吸引过来的。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3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对大家有帮助哦。那如果你觉得今天这组牌有对应到你的能量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领取好运，领取我们第3组的好运，也祝福第3组的朋友。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